小我就是被养来给真千金挡灾的工具人。小的时候不明白，为什么妹妹每回生病，养母都会要求我24小时随身照顾，而每次在我的照顾下，妹妹都会很快好起来，我自己事后都会大病一场。直到后来我遇见了师傅。你和你的妹妹阴阳契合，乾坤两半，你是好的那一半。你的养父母领养你，是为了让你的气运去填补他们亲生女儿身上的恶运，一次次的挡恶，会让你妹妹身上的命数慢慢变好，而你则会慢慢走向消亡。3天前，我为了救妹妹被车子撞飞出去20多米，所有人都说我活不成了。养父母赶到现场，第一反应不是来看我的伤势如何，而是去哄被车祸吓得哭泣不止的妹妹。头都撞烂了，应该是活不成了。这样也好，他死了，说明我们女儿命里的大劫被他挡掉了，也不枉我们家养他这么多年。正是因为这场车祸，我不光没死，还找到了亲生父母。最后一次踏进官家别墅大门时，一个行李箱便哐的一声砸在他的脚边。打扮贵气的美妇人一脸厌恶地盯着他。你的行李我都让人收拾好了，从今天起你就滚出这个家，回你亲生父母那里去。关许许杏眸冷淡地看着面前的白淑琴，这个他喊了17年妈妈的女人。关父和他的一对儿女也走了出来。淑琴，你这是做什么？许许好歹也是我们养了18年的女儿。他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这次市里选出的城市形象代表名额，我分明说了让他让给蕊蕊，他把我的话当作耳旁风。要不是我打听到最终名单，现在还被他蒙在鼓里。他但凡有点良心，就不该抢妹妹的东西。一旁的关蕊蕊听到白淑琴这话，眼底闪过一丝嫉恨，但很快被掩饰下去。妈妈，你别这样，城市形象代表机会难得，姐姐不想认出来也是能理解的。或许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吧，不然也不会选不上。你哪里不如他了？他有的还不是我们官家给的。关许许就静静看着这对母女表演，这种戏码从小看到大，可笑至极。说完了吗？说完我可以走了吗？许许，你也别怪你妈妈，这件事确实是你做的不对。既然你亲生父母找过来了，那你就跟他们回去吧。关蕊蕊也跟着开口，声音柔柔怯怯的。姐姐，你别生妈妈的气，妈妈都是为了我。这里是1000块。听爸爸说，姐姐亲生父母都是住在大山里头，家里很穷，带些现金比较好。这1000块在山里头都够用1年了，我们家对你已经够好了。等你回了那边，估计也没机会再见了。那里娶不到老婆的老男人多了去了，你学习一般，肯定考不上大学，回去正好可以嫁人。关许许看着白淑琴那一副施舍了大恩又满满恶意的样子。你的俄文有些深，是算计太多以及孽债积累的表现。与其操心我，不如用这钱去买面膜补救一下，虽然可能没什么用。小贱人，谁给你的胆子跟我这么说话？姐姐，你别这样惹妈妈生气，你只要好好说话，妈妈会原谅你的。落地就看到了关蕊蕊手腕上戴着的玉镯。这镯子怎么会在你这？关蕊蕊故意炫耀自己戴着这个镯子，又故意一副受惊了的样子。控！关许许，你要干什么？那是奶奶留给我的镯子。什么你的镯子？那是老太太留给官家女儿的，你都不是官家人了，那镯子当然是蕊蕊的。在官家的东西我可以一件都不带走，我只要奶奶留给我的镯子。奶奶是这个家里唯一真心疼爱她的人，也是奶奶留给她的唯一念想。许许，那是蕊蕊的东西，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贪得无厌了？你要是乖的话，把名额让给蕊蕊，我可以劝爸妈把你留下。关起身自认自己给了他最好的选择，他应该感激。啊呸！导演替网友喷的。姐姐，我知道你很想要这个镯子，但这个毕竟是奶奶的东西，这样吧，我再给你转点钱好不好？1万够不够？不够的话2万。我不需要你们的钱，更不需要你替我开口留下。曾经他为了得到他们的喜欢，学做饭，学按摩，学雕刻，亲手为家里每个人制作护身符，尽他所能的对他们好，却始终换不来一颗真心。起身，你跟他说这些干什么？现在就算他让出名额，哭着留下，我们家也不会要他，他更别想着拿走官家一件东西。关蕊蕊上前，却用只有2人听到的声音炫耀：姐姐，刚才忘了告诉你，前天排哥哥跟我表白了，我们打算过些日子就订婚。我知道姐姐一直喜欢排哥哥，但还是希望你祝福我们哦。那个赔钱货，谁告诉你我喜欢他？关蕊蕊一怔，显然没料到他是这个反应。听到喜欢的人跟别人表白，他不是应该痛苦不堪到跪地落泪吗？虽然你眼瞎，但我会祝福你们的，毕竟2个祸害在一起，就没办法再祸害别人了，挺好。再次看向关家几人，但既然要断，他更愿意断得干干净净。从小到大的抚养费我会还给你们，从今往后我跟你们家再没关系。关家算计他的命格，他斩断了这层因果，关蕊蕊让他挡下的灾厄会双倍反噬到关蕊蕊身上。这镯子你留不住，用不了多久，我会让你亲手把它送还给我。关许许说罢，再无留恋，决然一身走出关家的别墅大门。看看，果然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要不是看在蕊蕊的份上，我早就把他赶走了。被那样撞的都没死没伤，指不定是什么怪物脱身。幸好咱们趁机把人送走，否则还不定怎么祸害咱们家呢。
关家四口不知道的是，就在关许许踏出关家花园的瞬间，关家立刻被黑雾笼罩，阴影角落处似有窸窸窣窣的声音在嬉笑讨论。他走了，他终于走了。这个家是我们的，嘻嘻嘻。关于亲生父母，关许许知道的信息并不多。住在大山里头，不富裕是肯定的。如果亲生父母那边没有钱供我继续读书，我也能自己想办法挣钱。突然，10数辆整齐划一的黑色迈巴赫车队在他跟前停住。只见一个身形颀长、五官俊美的优雅男人朝他走来。关许许，我是。配合着他的身高，稍稍弯下身子，眉眼带笑。初次见面，我是你哥江淮。关许许的视线默默打量着面前俊美非常的哥哥和这个阵仗。我听说父母是住在山里的，言下之意，你这阵仗瞧着不太像我家人。老家确实是山里的，不过那山是我们家的。哎，什么人还能拥有一整座山？国家他允许吗？作者允许就行了，导演是王如嘴替。家里人让我过来接你，特意交代了第一次见面要郑重，所以我临时借调了个车队，数量不多，将就着吧。关许许看着这乌泱泱的几乎堵了整个别墅门口的车队，你管这叫将就？又见江淮一招手，叫人。小姐，恭迎小姐回家。许氏从小在关家受到的冷待太多，关许许并不擅长应对这样热情的场面，憋出一句：“走，走吧，赶紧走。”江淮笑眯眯看着他的反应，忽然又像是想到什么。不过你怎么一个人在这？这个时间孤身一人出现在别墅门口，总不能是出来买酱油的吧？关许许不想说自己被关家人提前赶出来了，正琢磨着，突然一道冷泉清雅的男声响起：“还不走吗？”浑身散发着金光的男人，差点闪瞎关许许的眼。坐，这就走。大魔王就是没耐心。车上，关许许很好奇这个男人身上的金光，又不能直说。你也是我哥。嘿嘿。金光男冷冷瞥他一眼。不是。多的却是一个字不说。这是楚北鹤，不是你哥，你哥只有我这一个。海氏4大家族，其中2家就是楚姓和江姓，是巧合吗？我今天来接你，他顺道蹭个车。你用的是我的车队。他堂堂楚氏家主，还不需要蹭旁人的车。没办法，公司的车队都派出去了，我认识的人里会单独给自己的车库配套车队的只有你。楚北鹤，一个连下属袜子都要求同色同款的高端强迫症患者。刚才车队接走的那位是关家的那个大女儿吧？是她，我前天就听说她不是关家亲生的，这不，人都被赶出来，听说亲生父母那边还是山里头的。山里？你瞧瞧人家这阵仗，哪里像是山里出来的？指不定人家亲生父母家里是什么大人物呢。哈，要真是这样，关总家里不得毁死了。要不说白天最好别说人，这不，关家的车出来了。这次城市代表最终名单虽然定下了，但还没正式交上去。妈妈打听过了，负责递交最终名单的是江海集团的一位负责人。正好你爸爸前天和江海集团谈了个合作，咱们直接走那边的关系。江海集团那背后可是4大家族之一的江家，爸爸居然跟他们合作上了，真厉害。可不就是那个江家，好多人捧着钱上门去求合作，也没得一句搭理，但那边却是主动找的你爸，可见咱家在海市的地位。关蕊蕊听着这话，脸上肉眼可见的露出兴奋之色。能和江家合作上，我们家很快就要跻身海市顶流富豪的圈层了。那日后我挑选的未婚夫的圈层也要不一样了。果然，关许许一走，我们家就开始走运了。放心，妈妈一定会帮你把名额拿回来。那个白眼狼不配。关蕊蕊心底得意非常，偏偏面上还要装出一副乖巧又不争的模样。那我们现在是要去江海集团的总部吗？我们直接去江家。江家位于海市最顶级的小区，寸土寸金的地段。楚家就住在前边，回头我再带你正式上门拜访。江淮解释完，便领着关许许自顾往里走。一如关许许之前猜测的，江家正是海市4大家族之一的江家，一共4房人，3子1女，各有家庭。老爷子已经退休在家，江海集团交给了老大江雨成，二叔江雨民娱乐公司数1数2的大佬，三叔江雨桐在江海集团担任副总，姑姑江雨欣是国际1线品牌大佬。关许许和江淮进门，每个人看向他的目光或审视，或好奇，或不屑一顾，或隐晦的不满。爷爷，这是许许，许许叫爷爷。关许许看向那正中央坐的端正朝他含笑看来的老者，爷爷。好，回来就好，以后你就是我们江家的大小姐，谁也不能欺负你。江淮又转向江老爷子旁边坐着的江雨成，这是爸爸。关许许顺着视线看去，相较老爷子的面上和蔼，江雨成给人一种相对冷冽的感觉。爸爸。江雨成可能是紧张，不会表达，半晌回应。然而这些人里面没有他的妈妈。据江淮所说，当年你被抱走，妈妈独自追踪绑匪，却中途意外坠海，至今连尸骨都没能找回。许许刚回来累了吧？二婶已经让人给你收拾好房间了，你先看看喜不喜欢，要是有不喜欢的，
随时跟我说。姚林，二房夫人约莫40的年纪，保养得极好，热情主动，但在关许许眼中却是虚荣且偏执的面相。大婶，你给她另外准备个房间吧。原来那个是雪溪姐的娃房，你给了她，雪溪姐的娃娃都没地方放。少年是3房最小的儿子，名叫江素，在所有江家人里面是最莽的一个。瞎说八道什么？有你什么事？你凶我干什么？我又没说错。家里那么多房间非不用，他一来就要霸占雪溪姐的娃房，凭什么？小素别说了。这便是少年口中的陆雪溪。陆雪溪是江老夫人娘家的侄女，当年因为关许许丢失，为了安抚大儿子的心，3岁起便一直养在江家，和一众堂兄弟一起长大。许许妹妹别怪她，小素没有恶意，她只是看不得我受委屈。那个房间给了你，就是你的，我怎么样都行的。态度大方得体，偏偏每个字都不忘强调自己受了委屈。唉，这熟悉的配方。关许许默默反思，是不是自己体质过于特殊，总能吸引这类茶精？小素快道歉，许许可是你姐姐。切，她算我哪门子姐？不知是谁的杯子被重重磕在了大理石的桌面上，厅中陡然一静。许许是我的女儿，我的女儿不配当你姐姐吗？刚才还莽得不行的少年，这会肉眼可见的怂了。大伯，我不是那意思。一旁的江淮笑眯眯地看着自家父亲，自己干脆转向陆雪溪。雪溪，你觉得自己在江家住受委屈了吗？哎，没有，江淮哥哥，你误会我了。江淮依旧是那眼尾含笑的样子，声音温馨好听，却带着叫人不敢轻易造次的压力。是我没安排好，一个房间而已，不至于的。二婶安排确实有些不妥当，许许是我妹妹，江家的大小姐，住旁人闲置的娃房改的房间，传出去未免让人笑话。他说着，忽然一把拦过关许许的肩膀，一副护犊子的样子。我妹妹回家可不是来受这种委屈的。一句话，有意无意的叫旁边的陆雪溪涨红了脸颊。让关许许住我用过的房间是委屈她了，这不是在打我的脸吗？关许许更是僵住了，这是第一次有人关心他会不会受委屈，心间暖暖的，也感受到了家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江淮这个小子还是一如既往的不给面子。江淮说的是二婶考虑不周，那我再重新让人安排一下。那就有劳二婶尽快处理，我先带许许去花园转转。管家走了进来，朝江老爷子道：老爷，门卫打电话说有位关太太来拜访。众人下意识想到了关许许，是来找许许的吧？看来是舍不得这孩子呢。江家三婶笑着开口，也是缓和气氛。她刚才就注意到关许许进门没带行李，许是关家人特意过来送行李的吧？那位关太太说是来拜访三夫人的。哎，找我？关家的太太不来找孩子，找我干嘛？花园里的关许许想着刚才江淮在客厅帮自己出头的情景，谢谢。嘿嘿，跟哥哥不用说谢。关许许就那么看着他，配着被他揉乱的发顶，整个人莫名透出一种呆萌感，叫江淮眼角笑意更深。江淮看了一眼来便，示意关许许自己随意逛逛，便走到旁边接电话去了。关许许看到一个正在打扫的阿嫂，身上缠绕的丝丝阴煞之气，那是沾染了恶孽的人才有的。关许许一般不喜欢多管闲事，因为主动沾染容易惹上因果。可若是放着不管，他身上的阴煞之气或许会影响家里的其他人。他走上前去，大小姐，你认得我？管家拿了照片，让家里所有佣人都提前认过，以免咱们不小心冲撞了小姐。这种安排无声无息，却足够体贴，不愧是大家族的风格。大小姐有什么事吗？关许许刚要开口，却见2道熟悉的身影，正是白淑琴和关蕊蕊。哎，你怎么会在这里？被养父母赶出家，没想到亲生父母家却是顶级豪门。然而在自家花园见到了养母和继妹。白淑琴怎么也没想到，刚刚被赶出家的人，却会在江家的花园里重新见到。这女人大概就是关许许的亲妈吧？一个阿嫂，也是山里偷出来的，能找到什么体面工作？关蕊蕊显然也是这么猜的，一脸不屑，又假装同情担忧。姐姐，原来你家里人在这里工作啊？不过这里可是江家，你可千万别乱动什么东西，你们给人家添麻烦就不好了。一旁领路的管家听见这话，表情稍稍有些皲裂，刚要开口解释什么，不劳费心。又看到紧贴在关蕊蕊身后的那淡色灰影。如果我是你，这会儿就在家里好好待着，而不是随意出来瞎晃悠。家里有他之前做的护身法器，寻常阴鬼都不敢随意靠近，但离了那里就不好说了。蕊蕊，你性子好，但也得分对什么人。一个白眼狼，好赖不分的，劝他做什么？说着又转向管家，无奈般解释：见笑了，这是我们家原来收养的孩子，没想到辛苦养育一场，有了亲生父母后竟然翻脸不认人了。哎，这孩子以前就不学好，总是毛手毛脚的，在我们家还能包容他，现在到了旁人家里头，也不知会闹出什么事来。管家听着却是暗暗心惊，这关太太难道不知道面前的这位就是我们江家好不容易找回来的大小姐？当着他一个管家的面都能这么诋毁大小姐，
以前在关家的日子可想而知，态度顿时冷了下来。这白眼狼估计马上就要被赶出去了，看他以后还敢不敢摆出这种态度。至于代表名额，我有江家，蕊蕊想要直接抢过来就是。一旁的阿嫂和管家都觉得不对劲，忍不住开口：“关太太、关小姐，你们怎么了？”正是打完电话找过来的江淮，在看到江淮的瞬间，关蕊蕊几乎是眼前一亮，又幸福了。蕊姐，这打扮应该是江家的哪位少爷？关许许也不知是因为先前江淮对他的维护，还是因为其他，鬼使神差的便告了个状。哦，他们刚刚在给我穿小鞋。一句话，精辟简练，却叫空气蓦地陷入一种诡异的安静。你这个死丫头胡说八道什么？说着抬手就要朝关许许打去，江淮瞬间要上前护住妹妹，只见本该是小可怜的妹妹已经迅速抬手握住白淑琴手腕。死丫头，你敢反抗？别忘了，我已经不是你们关家的女儿，更不会再任你打骂。他说着，干脆的松手，白淑琴差点倒地。妈！关蕊蕊惊呼着，不可置信的看向关许许。姐姐，不管怎么说，妈妈也是将你养大的人，你怎么能一言不合就对妈妈动手？你太过分了。哪怕是这种时候，关蕊蕊依旧孜孜不倦的在给关许许上眼药。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对她动手了？你自己眼睛瞎，不要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瞎。江淮在一旁听着，眼底满是新奇的笑意。原来看妹妹乖乖软软一副好欺负的样子，没想到对人一点不含糊，不错，真不愧是我江家的孩子。这个白眼狼，我养大了他，要打他，他就得乖乖站着让我打，还敢反抗，还敢骂蕊蕊。当下朝着关许许冲过去。死丫头，一个小贱人！江淮直直挡在关许许的身前，让人安全感爆棚。这里是江家，可不是由得人撒野的地方。江淮的声音成功将白淑琴岌岌可危的理智拉了回来。江雨成也从里面走了过来。怎么回事？江雨成作为江海集团的现任家主，那是报道上经常出现的人物，白淑琴一眼就认了出来。江总，我是关氏建材总裁关宝成的妻子，没想到你在家，真是太好了。关太太，你好，你过来是有什么要交代的吗？以江雨成的身份，本不需要和人如此客气，只因这是抚养了许许的关家人，以为是来交代许许的生活习惯之类的。可白淑琴不知所以，听到交代什么，心底的虚荣心瞬间膨胀。这可是江海集团的当家人，居然让我来交代他做事，可见我家公司在江海集团总裁眼里的重要性。确实有些事情要交代的。江总，这是我的女儿关蕊蕊。江叔叔好。是这样的，政府打算在4大高校选取8名学生作为城市形象代表进行宣传片拍摄，这个最终名单会交代江海集团这里。原本应该属于我女儿的名额被人取代了，所以我过来是希望江海集团帮忙把这个名额给换过来，就是举手之劳的事。江雨成微微拧眉，这个是他知道，按照他的脾气是不喜欢这种假公济私的事情的。罢了，就当作是报答他们对许许的养育之恩。这件事我会过问，那个换了你女儿名额的人是哪个？我让秘书查一下。关许许。你说谁？关许许。白淑琴干脆指着旁边的关许许道：“就是他，这孩子其实是我家先前收养的，不过是个白眼狼，不仅脾气差，还喜欢说谎。我也没想到他亲生父母居然是在江家帮工的。倒不是我想说一个孩子的坏话，不过这人生下来品行都是固定的，哪怕我怎么费心教养，学不好的就是学不好。”一旁的江淮脸都阴了，他可算知道许许刚才说穿小鞋是什么的意思了。这当着江总的面，竟还敢这么数落大小姐，这人怕不是脑子瓦塌了吧？关许许早就习惯了白淑琴对他的诋毁，可是眼下当着刚认的亲人的面，莫名生出了恼意。为什么这个人就是见不得我好，他就想要全世界的人都讨厌我吗？住口！哦哟，白淑琴算是踢到铁板了。我江家的女儿，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品头论足。管家，给我送客。管家立马将人拖走。关家人过去也是这么对你的。这话一出，深觉自己问了个废话，当着他的面都敢这样，过去还不知道怎么欺负自家女儿呢。原以为女儿先前被关家收养，好歹衣食无忧，没想到关家人居然是这种货色。打电话给你三叔，叫他撤回和关氏的合作项目。好嘞。那个合作项目本就是为了报答关家对许许的照顾才特意交代下去的，现在看来他们不配。新哥哥和新爸爸似乎和关家的不一样，真好。这边江素拉着陆雪溪出了别墅，一边走一边还不忘安慰她：“雪溪姐，你别难过，怀哥就是偏心，你娃房都让出去了，还说那种话，不就是刚找回来，有什么了不起的？”小素，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不过这样的话以后别再说了。我本来也不是江家的女儿，我所有的东西本来都是属于许许的。怀哥那样说也没错。这是什么话？在我心里，雪溪姐就是5唯1的姐姐，那个关许许我才不认。
这位阿嫂身上沾染了些因果，放着不管可能会影响家里的风水。爸爸出钱请我的话，我可以帮忙化解，只要3万块。被找回家的豪门千金更是玄门之人。刚回到家就发现阿嫂身上的因果孽债。这位阿嫂身上沾染了些因果，放着不管可能会影响家里的风水。爸爸出钱请我的话，我可以帮忙化解，只要3万块。虽然回了江家，但关许许向来没有伸手跟人要钱的习惯。这下正好除个阴煞，还能顺道把大学的学费给赚了。亲父女也要明算账。嘿嘿嘿。一旁的江雨成和江淮也显然没料到他画风突然转得这么快，以为孩子缺钱了，一时又有些心疼。江家的孩子什么时候还缺过3万块零花钱啊？3万够吗？我转你10万，不够再跟我要。江雨成被儿子抢了先，脸色沉沉的准备转个30万，必须比儿子的多。我说真的。知道知道。江淮含笑看他，语气里满是包容。一旁的吴阿嫂也十分配合的开口：大小姐是说我身上有因果啊，那就麻烦大小姐帮我化解了。这几个大人能不能尊重一下我的职业？切，这么低劣的骗钱手段你也好意思开口，还就为了区3万块，简直上不得台面。江素哪怕刚刚才被训斥过，但她实在看不惯关许许这种人。许许妹妹，小素不是故意这样说你的，你别怪她。关许许并不理会，只是重新看向吴阿嫂。你命宫中夫妻线断裂，应该是早年丧夫，但有一个儿子。从你面相推断，你儿子正经历一劫，应该和钱财有关。吴阿嫂听着明显一愣。按理说你个人的因果不至于影响到主家，但我看你的气运和江家有一丝极小的勾连，你偷了江家的财气。最后一句话，关许许说的十分笃定。吴阿嫂身子顿时狠狠一颤。不会的，他一定是胡说，他怎么可能会知道我做了什么？江雨成和江淮原本只是当孩子玩笑一样听着，但看着吴阿嫂的反应，脸上正色了几分。你是说吴嫂偷了家里的钱财吗？不会的，这里面肯定有误会。吴嫂在江家做了快10年，她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吴嫂原本内心还有些慌，听到陆雪溪这话，顿时一脸被冤枉的模样。大小姐，这个话可不能乱说啊！我怎么可能偷江家的钱？小少爷，您信我，我不可能做这种事的。说着，便掩面一副要哭出来的模样。你这人怎么回事？吴嫂怎么可能偷家里的钱？你今天第一天回江家，你能知道什么？就为了骗大伯那几万块零花钱，至于吗你？论亲疏，他当然更相信吴嫂，毕竟关许许是今天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这里面一定是有什么误会，是不是吴嫂有哪里做的不好，惹你不高兴了？话里话外都在暗示关许许是疑是押人报私怨。大小姐不信我，可以让人搜我的房间，我行得正坐得直，不怕搜。我虽然是做阿嫂的，可也不能让人这么平白冤枉了去。关许许再次开口，声音不徐不急。我什么时候说他偷钱了？你刚才自己说的吴嫂偷钱，这会儿就不认了。我说的是他偷了江家的财气，偷钱这话是你旁边的人说的。很显然，所有人都被他的话误导了。偷财气和直接偷钱那是两码事，至少直接搜是搜不到的，所以吴嫂才能那么肆无忌惮的张口让搜。哼，财气能怎么偷？你不要整这些玄乎的东西，一听就是唬人的。江淮闻言朝他淡淡瞥去一眼，眼神中满是警告。就算许许是唬人的，以他的身份唬一唬人又怎么了？而且江淮隐隐有种感觉，许许说的是真的。你在那边埋了什么东西？不会的，不会的，他居然真的知道，怎么会这样？江雨成看到吴嫂的反应，心下了然，朝着一旁的管家示意：“你去。”没一会挖到一个小纸包，瞬间一股恶臭传出，几人忍不住变了脸色。谁也别碰！就见关许许一张黄符贴在了纸包上，黑气瞬间消散。纸包里是几个生辰八字、几根头发以及一些诡异的杂物。不是我埋的，我真的没见过这些东西。小少爷、表小姐，你们要相信我。是不是你埋的？别墅外围监控一查就知道了。窃运符必须用转运人，也就是你的血写就，而包裹的头发是江家人的，通过江家的血脉窃取江家的财气，我没说错吧？吴嫂听到这话，整个人浑身一颤，顿时脸色惨白的跌坐在了地上。就算是他埋的，那也不能说他偷了那什么财气，说不定。闭嘴，别让我再说第二遍。身为江家小辈中最年长的大哥，江淮的话甚至比各家父母还要管用。江淮从外面回来，带回了吴嫂的消息。吴嫂的儿子几个月前因赌博输光了家里所有存款，上个月又醉驾撞人致死被逮捕入狱，被撞的那家人要求赔偿200万才肯写谅解书。吴嫂应该是因为这个才生出了偷盗江家财气的办法。关许许听说是酒驾撞人致死，下意识又跟吴嫂身上沾染的阴煞联系了起来。不对，能让我看一下吴嫂儿子的照片吗？
江淮对于短短时间内徐徐已经适应了自己妹妹身份，并懂得跟哥哥求助这件事感到十分满意。不对，这人不应该是这个面相，他应该是天生吃傻命。佛教有八智，如果一个人前世罪孽深重，这辈子又想要投身成人，便会剥夺了他一智，令其天生吃傻。但这人现在八智俱全，应该是五嫂用了其他手段，让他变成了个正常人。但他或许不知，前世作恶的人这辈子吃傻也就罢，要是恢复智力，就相当于逆天改命，不但岁数减少，还容易长成恶人。所以五嫂儿子才会嗜赌成性，又酒驾杀人。对，显然就是恢复智力带来的恶果。一旁一个阿嫂一直竖着耳朵听着，显然是有话要说。张婶，怎么了？五嫂刚来江家的时候确实说过，她儿子智力有问题，之前都是寄养在智力障碍学校的。那你知道他儿子是什么时候不傻的吗？应该是8年前，我记得有一天他特别高兴，说他儿子好了，那会儿应该是夏天。8年前，五嫂身边或者江家周围有没有哪家的孩子原本智力正常，但突然有一天变傻了？你的意思是，想让失了一智的吃傻变成正常人，只能是将旁人身上的一智换到自己人身上，但被拿走一智的那人必然会代替对方，成为一个失智的智儿。江素下意识就想到了一个人，脱口而出：宋伯伯家的傻妞。不许这么称呼宋家的小姐。被偷走的真千金。18年后，我哥带着10几辆迈巴赫接我回家。小姐，恭迎小姐回家。不许这么称呼宋家的小姐，事关宋家小姐，宋家和江家也算是世交，那这事就不单单只是五嫂一个人的事了。只是宋家那位小姐变得痴傻，是因为她学骑马时意外坠马撞伤了脑袋，否则按照宋家的家底，肯定会找大师来看。正因为是外力撞击导致痴傻，宋家人始终没往医学以外的其他方面想过。那宋家小姐8年前来过江家做客吗？来过，似乎是来过之后回去就坠马了，也是那之后，宋家再没带她上门做客了。有她的照片吗？江淮很快让人从社交平台找出宋家小姐的照片给关许许。是她。关许许认真笃定，但客厅里的人却并没有因此而露出轻松的神色。宋家100年传承下来的世家豪门，如果这件事属实，那江宋两家的交情说不定都要到头了。什么一智八智的，听起来就是胡扯。要真那么容易换，那我不也能换？你确实可以换一个。江素猛地反应过来，这人分明是在说他傻。你敢骂我？干什么呢？跟你姐姐没完没了是吗？我爹啊，你打我干什么？明明是他先骂我。胡说八道，许许无缘无故怎么会骂你？江雨桐板着脸，一副我不信的样子。江素简直要气死了。他就骂我了，他刚骂我傻子。陆雪溪把刚才的事情解释了一遍，也包括宋家小姐是被五嫂换走一智才导致痴傻的事。许许也没说错，这脑子是可以换一个。江素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家亲妈。女孩子家喜欢那些星座占卜的事情也不是什么大事，但在自己家里就不要说这些了。老二江雨民虽然是混娱乐圈的，但对于这种事半点不信，甚至觉得不就是刚被认回家，想要彰显自己的存在感吗？许许啊，宋家那边我会让人去提个醒，这个事你就别管了。许许刚回家，不能让他因为这些事成为众矢之的。我知道了。既然不想让我掺和，那我就偷偷掺和吧。不管，这钱他得赚。另一边，白淑琴和关蕊蕊一进门就见关宝成满脸焦急地说着电话。谭助理，我们不是都说好了吗？两边条件都谈得差不得了，怎么江海集团这边突然就说不合作了？白淑琴和关蕊蕊听到这话，满脸心虚。是不是关氏这边提的条件太高了？这都是可以谈的。先前说好的利润点，我们也是可以让一部分。我是很有诚意和江海集团合作的。电话那头不知又说了什么，只见关宝成一下子瘫坐在凳子上。宝成，这是怎么了？怎么了？我怎么知道怎么了？江海集团那边突然就打电话说合作取消了，明明之前都好好的。你不是带蕊蕊上门拜访江家三夫人吗？是不是你们在江家出了什么状况？白淑琴听他一问就觉得心底咯噔直跳。没什么事啊，大爸，我们都没见到江三夫人的面。那到底是为什么？江海集团多好的合作伙伴，要是能顺利搭上江海集团，我们家就能更上一层楼。不行，我不能就这么算了。关宝成起身就往外走去，也不理会身后的白淑琴和关蕊蕊。蕊蕊，你刚才拉着我干什么？江家取消合作，说不定就是因为那个小贱人。妈妈，我回来的路上仔细想了想，那位江总也没有明确说关许许就是他女儿，说不定是我们听错了。关蕊蕊不愿意相信关许许是江家这种顶级豪门的女儿，她接受不了关许许比自己身份更高。怎么会听错？如果关许许不是江总的女儿，江总为什么突然就取消咱们两家的合作？白淑琴很气愤。如果真的是江家女儿，我们替她养这么大，
就是送个金山银山来感激都不为过，怎么还能取消合作呢？这不是白眼狼吗？生意上的事哪有那么细的？肯定跟咱们今天在江家的事没关系。是这样吗？肯定是，后天江家会举办宴会，正式让那位家大小姐亮相，到时候亲眼见到就知道了。如果关许许不是江家那个刚找回来的女儿最好，如果关许许真是江家大小姐，我们家好歹养她一场，她总不能认了清白吗？就不认咱们了吧？关蕊蕊一番话，瞬间点醒了白淑琴。是啊，我怎么就没想明白呢？不管关许许是不是江家女儿，这是对我们都是有好处的。蕊蕊说的对，关许许那小贱人要真是江家的女儿，到时候不管是合作项目还是其他，江家总要拿出些东西对我们表示感谢，毕竟咱们养大了他家孩子呢。关许许在二婶姚玲的带领下，终于看到了她的新房间。这里原来是给你准备的婴儿房，这些年大哥一直让人留着，不过我觉得装修太孩子气，就想着先给你安排其他的房间，等重新刷漆布置后再给你。没想到反倒闹得你不开心，你可千万别怪我啊！不会。姚玲看着他这疏冷的态度，脸上笑容僵了僵，转身离开时，原本亲近的笑荡然无存，反而多了几分阴沉。关许许散开头发，换了一身衣服，回想着今天感受到的亲情，突然耳边响起熟悉的叫声：“小东西来了！”天地清清，乾坤一合，我奉设令，清风徐来。只见一道青松裹的黄符拖着他往前飞去，只见一个保镖拎着一个小东西要关起来。别动它，那是我养的。突然被一道金光闪了一下，定睛一看，还是个熟人。金光大佬楚北鹤，这里居然是楚大佬的家。抱着小狐狸，关许许有些不好意思。楚少，不好意思，这是我养的狐狸，他来找我，不过应该是找错地方了。他看着不像是找错地方。关许许就见怀里的小狐狸一双狐狸眼直勾勾盯着楚北鹤，伸着脖子靠近金光大佬。这明显是被金光吸引的，不漂亮。这金光我都没蹭到呢，你还想蹭？想都别想！被警告的小狐狸总算老实了。关许许上前一步，他其实就是喜欢好看的人，却不想楚北鹤一只脚隐晦的后退了半步。我这是被嫌弃了。低头看了看怀里因为这一碗乱窜而有些脏了的小狐狸，关许许笃定的想，大佬嫌弃的肯定是这小狐狸。没错，今天给楚少添麻烦了，时间太晚我就先不打扰，明天一早我再来赔罪。关许许决定回去他就收拾小狐狸，明天一定让大佬看到一只白白净净的胡漂亮。送江小姐回家。是。刚一进门，便见江淮站在楼梯口，显然是等着他，而江素一副看热闹吃瓜的样子。你怀里是什么玩意儿？我们家不让进带毛的宠物。既然不让进，那你怎么会在这里？江素表情一顿，满是清澈的愚蠢。这么晚了，爷爷他们应该都睡了吧？江许许轻飘飘的一句，让江素原本准备爆发的火山瞬间哑火。虽然他忙，但他一直都知道什么时候能忙，什么时候不能忙。入夜后不得喧哗，这是江家的规矩。这是我养的宠物狐，他知道我搬家了，来找我。我在外面给他租了房子，他就在家里待一晚。明天一早我会把他送走。言下之意，他不会给家里添麻烦。江淮听着他的话，心间却隐隐有些刺痛。这小狐狸明显是妹妹之前养的，却一直养在外头，那必定是因为官家不让她养，被官家琢磨的连在家养只宠物都不敢提。那小心谨慎的样子，江淮只觉心疼，而心疼之余，便是对官家浓烈的恼恨。这里是你的家，你在自己家里想养什么都可以。可是江素不是说带毛的不准进？你也说了，它都能进，你的狐狸怎么不能进？江淮轻轻抚摸胡漂亮，动作优雅而亲密，桃花眼里满是潋滟而笃定。放心，有哥哥在。一句话叫关许许心间仿佛像是被暖流拂过一般，熟悉的微妙感再次席卷。有狐狸，管家快来啊！哪里来的野狐狸？快抓起来啊！关许许匆匆下楼，胡漂亮一路爬到他怀里。许许，这狐狸该不会是你带过来的吧？家里还有孩子，万一咬伤人怎么好？可不就是他！我昨晚就说了家里不让进，他非不听。这是我养的狐狸，但它不会随便伤人。狐狸这种动物也性难驯，你说它不伤人，它就不伤人吗？二房的江汉与关许许年纪相仿，少年目光冷漠，显然不欢迎关许许的归来。妈妈，我怕，你快把它赶走，赶走。二房最小的女儿江莹今年6岁半。狐狸是我答应许许养的，你们有什么意见可以跟我提。听到居然是江淮让养的，江家几个堂兄弟都不可置信。怀哥，我们不是想真的使，只是这狐狸来得突然，而且奶奶那边……他说的欲言又止，但所有人都知道江老太太不喜欢带毛的宠物，家里人一般不敢忤逆她。不是所有事情你都能替关许许做主的。
奶奶那边我会跟她说，龙屋就打在东边花园那边，再加个棚子。哥哥居然连小漂亮的窝都准备好了。关许许决定留下胡漂亮，有人在为她保驾护航，她才不可能在后头拖后腿，那不是体贴。关许许来到楚北鹤家，登门赔罪。楚少在家呀？以为这么晚已经去公司上班了。你说了会一早上门。关许许闻言愣了一下。所以大佬在家等我？不能吧，大佬的时间不都分分钟几百万上下的吗？楚大魔王的强迫症之一，言必守信。他说要一早上门，他听进去了，所以等了。昨晚实在不好意思，我的狐狸昨晚给你添麻烦了，这是我自己刻的平安玉牌，当做赔罪。楚北鹤收下了关许许的这份赔罪。那个平安符要随身携带才有效果。好。楚北鹤起身出门，关许许抱着小狐狸跟上，并在他周身的金光做了个捞的动作。就见2点金色的光点被他抓在了手心里。我居然蹭到了金光！你做什么？楚北鹤注意到他刚刚的小动作。楚少出门，能顺路带我一段吗？我正好要出门。去哪？去宋家。楚北鹤虽有些怀疑，但到底没有多问，将人送到门口，便径自离开。这位小姐是？关许许想到之前江家人的态度，没有牵扯江家，只说自己姓关。我前阵子遇见宋奶奶，看到她落下这个东西，所以想着给她送回来。宋少的社交账号里说了上个月陪宋奶奶去清风观求福，正好用来当借口。宋夫人是个身材略显丰腴的美妇人，眉眼里带着的都是和气。原来是这样，老太太自从小梨儿撞伤了脑袋治不好，就觉得是家里风水不好，非拉着儿子去道观求福。平安符掉了，居然还有人巴巴给送回来。谢谢你走一趟了，不过你怎么认识我家老太太的？突然胡漂亮撒丫子就往里窜，宋夫人顿时一惊。胡漂亮，快回来！嘿嘿，干得好，胡漂亮，去吧，去找宋小姐。几乎是每2分钟，一声女孩稚嫩的惊呼，宋夫人和佣人匆忙往里赶。一个穿着漂亮公主裙的少女正蹲在地上，笑嘻嘻摸着乖巧的胡漂亮。小梨儿，妈妈，小狗。宋雨梨15、16岁的模样，眸子里满是干净的纯粹，但一张口，语气里的天真与憨傻宛如幼儿。这个孩子眉心竟然有一簇黑气。没什么事的话，关小姐就带着你的宠物回去吧，我就不送了。等一下。关许许望向宋雨梨的目光清正且认真，又从怀里掏出另一道平安符。刚才我的小狐狸吓到宋小姐了，作为赔罪，这道符送给宋小姐，可以保她一次平安。宋小姐眉骨清佳，本该是福运绵长的命格，这类命格通常在胸前会有一点红痣，用以聚福，但她幼年被人换走一痣，导致她命数有缺，红痣也随之暗淡。我观她这2天应该会有一劫，你们最好让她待在家里，不要出门。比起换痣的事，宋雨梨眉心的黑气更加紧迫。你这丫头是哪里来的神棍？张嘴就敢咒我的女儿！我说你怎么会认识我家老太太？感情是打着这种主意是吧？看在你是个小姑娘的份上，我不跟你计较。现在立刻带着你的狐狸离开我家，否则我直接报警抓你了。唉，这态度显然是没办法好好沟通的。关许许倒也不是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将护身符放于旁边，转身离开了。小狗，妈妈，小狗走了。宋夫人听着他的童声稚语，心下又是一阵心酸难过，只能哄着。那不是小狗，是狐狸，会抓人的。小梨儿喜欢小狗，妈妈让人给你买1只好不好？好，妈妈真好，我要小狗。回到家，6岁的堂妹江宁冲过来。这是我的房间，不许你进我的房间。莹莹，不许这么没礼貌，还不快跟堂姐道歉？哼，妈妈，你明明说这个房间要留给我的，为什么让她住进去？你说话不算话，我不管，这是我的房间。江莹嚷嚷的动静不小，该出来的人都出来了。所以这个二婶一开始才会准备另一个房间，感情是要把这个梦幻的公主房留给自己的女儿。不是，因为莹莹喜欢那个房间，我之前不知道许许会回来，就哄她。不管许许回不回来，那都是她的房间。江淮一贯的温雅和煦，但一双桃花眼淡淡扫过时，却带着丝丝凉意。二婶难道不清楚吗？二房的江汉看着大哥对自己母亲的态度有些不满。华哥，我妈妈又不是故意的，不就是一个房间？那房间风格本就是给小孩子准备的，莹莹喜欢让给她不行吗？好歹是个成年人了，难道还跟孩子抢房间？这话说的，仿佛我才是抢房间的那个人。关许许微微挑眉，他不喜欢和人争论，但有人挑战他，他也不会装作没听见。你的意思是，因为他年纪小，他喜欢，我就应该让出来？我要是不让，那就是跟他抢？难道不是吗？那这样，我喜欢国家博物馆里的那幅《千里江山图》，你要是能说服博物馆把图让给我，那我就把房间让给他。怎么样？毕竟我年纪小，我只是想要一幅国宝罢了。嘿嘿，一旁的江淮显然是被关许许这回被逗乐了。你这是在耍赖，怎么可能？
这不是你的逻辑吗？我只是用你的逻辑跟你提条件，有什么不对？国家博物馆的东西和一个房间能一样吗？关许许，你怎么那么小气？不就一个房间，又不是不给你住了，犯得着吗？关许许只笑不语。是啊，那么多房间，却非要他这一间。江汉也没说错，那种梦幻公主风本来就是给小孩子准备的，你也不见得多喜欢，干什么非要跟孩子抢？实在不行，我把我房间让给你，你那个房间就给莹莹，就这样，都别吵吵了。为一个房间，从昨天闹到今天，简直叫人看笑话。还不是某人家里以前可没这么多事。明明房间从头到尾都是姚玲安排的，但所有人好像都觉得是关许许的问题。说来说去，你就是不想让。对，我就是不想让。关许许信谋淡漠，毕竟像今天这般类似的指责，他早就习惯了，但不代表接受。都是第一次做人，凭什么他年纪小我就得让着他？更何况那房间是他的爸妈怀着对他出生的期待亲手布置的。也曾有人怀着期盼等待自己的到来，而我直到昨天才知晓。果然雪溪姐姐说的没错，她一回来，自己就不是这个家里唯一的女孩了，大家就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只偏疼自己了。我讨厌你，你从我家里滚出去，滚出去！江莹，在场的人都愣住了，空气诡异的安静。在闹什么？姚玲心下咯噔，不等几人开口，忙拉着江莹走过去，笑着解释：几个孩子闹呢，都是我不好，给许许准备的房间没考虑周全。莹莹闹着她姐姐想要跟她换，但是许许不肯。2句话就把之前几兄弟逼着关许许让房间的事抹了过去，反倒突出是关许许不肯。不就是个房间的事，昨天不都重新安排了吗？房间的事先放一放。许许，我问你件事，你今天是不是去宋家了？是。昨天不是说了让你别管宋家的事吗？宋家那边我会处理。是发生什么事了吗？宋家给大哥打电话，说许许下午找宋夫人说了一些奇怪的话，问大哥是怎么回事。哼，你这是想干嘛？在家说那些神神鬼鬼的也就算了，居然还跑去宋家，你是没把大伯昨天的话放在心上吗？许许，你也太不懂事了，宋家跟咱们家还有合作项目呢。你看你才回家多久，惹出多少事来？我没说我是江家人。宋家想查一个人，哪能查不到？听说你还是坐楚家的车过去的。关许许抿唇，他确实考虑欠妥。这件事是你鲁莽了，就算你真的懂，也不该贸然上门说那样的话。宋家那边我会解释，但宋小姐的事你别再管。江雨成实在不想让好不容易找回来的女儿牵扯到麻烦里。房间的事，莹莹既然喜欢你就让给她，我让管家重新给你挑个房间，你按你喜欢的样子重新装修也没事。江雨成不觉得一个房间有什么，过去那房间是他对女儿思念的寄托，但女儿回来了，一个房间也就无关紧要了。不想许许刚一回家就跟家里的人闹得太僵，孩子们也没法好好相处。江雨成却不知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让关许许倏然一怔，眼里的光芒慢慢消散在黑暗之中。爸，不用了。关许许语气淡淡，莫名的带上了几分疏离。我会搬出去。啊！江雨成素来沉稳如山的面上都有一瞬的懵逼。不是在说换房间的事吗？怎么就要搬出去了？至于吗？多大点事啊！又不是小孩子了，离家出走这套在江家是不管用的。许许，你做错事，阿哥也就是说了你一句，怎么就要闹得离家出走了？你这孩子气性也太大了。此时江雨成才隐隐察觉到了不对劲，眼下这些人的态度都称不上友好。许许，你……关许许转身就走，江雨成这才意识到自己刚刚一定是做错了。许许，你有什么委屈可以说出来，别……我没有委屈，他只是放弃了过去18年在关家都不曾拥有过的东西，他怎么敢奢望在江家能够得到？或许江淮这个哥哥是真心接纳的，可江家却不是他一个人的江家，既然处不来，那就不处了。好不容易摆脱了关家的枷锁，未来的日子他要随着自己的心意自在的过。江淮从刚才一直没再开口，此时才抬腿追了下去。你做的没错，你刚回家，如果一味忍让，别人只会觉得你好欺负，后面更会肆无忌惮，反而像现在一开始就摆出你的态度，旁人才会有所顾忌。江淮说着竟然还有几分欣慰的意思。感情他是认为我是在摆态度，可我是真的打算搬走啊，我不是。我在清江湾有一套公寓，你过去那边住2天，这2天我会让保姆每天过去打扫做饭，你安心在那边待着。今天的事，哥哥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关许许对上江淮认真的眸子，如果哥哥有模板，大概就是江淮这个样子。这个哥哥我喜欢的。一双大掌轻轻落在他的发顶，带着让人安心的温度。你是我妹妹，他们既然认不清这点，那就把他们脑子掰正了，再把里头的水倒干净，总能让他们认清。江淮说这话时，那双桃花眼里却带着丝丝危险的凉意。好，这是我亲手刻的护身符，原本打算送给你和他的。他指的自然是江雨成。
我会贴身带好。江淮就站在原地看着车子开远，原本挂着的浅笑在转身的瞬间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霜冷。许许不肯留下。父亲，关于今天的具体经过，我想我有必要跟你详细说明一下。不知为何，听到江淮这平静的语气，江肃几人都不约而同有种头皮发麻的感觉。车里，关许许掏出一张黄符。宋家人反应如此之大，宋雨林应该是出事了。江家别墅内，江雨成面色冷沉若冰，压迫感十足。大哥，今天是莹莹小孩子不懂事才闹出这个事，都是我的错。许许那边，我会跟他解释，争取让他原谅我。哪里就是你的责任？莹莹年纪小，想要什么就说了，原本就不是什么大事。要我说，许许还是小题大做，这才刚回来2天，为这点小事就闹离家。老二，我的女儿刚回来却被逼着离家，这是小事吗？江雨民对上自家大哥凌厉的目光，没再开口。江雨成又将视线一一扫过几人。江莹年纪小，因为许许的房间漂亮，所以想要，本不是什么大事。江家不是什么小户人家，他喜欢，你们就算给他按照公主的规格重新装修房间，都是一句话的事。为什么非要许许把房间让出来？哼，你们不是想让他把房间让出来，你们只是觉得他初来乍到，就该讨好你们，好好表现，祈求你们接纳他。大哥，你说这话就太重了，都是孩子，哪有你说的那些心思？没有吗？如果不是一开始就把他当作外人，为什么会说出让他滚出我家这种话？就算是小孩子的气话，也该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江雨成语气有些重，一旁的江莹顿时吓得往姚玲怀里缩去。莹莹说错话，我去给许许道歉，我去请他原谅，求他回来。我这个长辈亲自去求他，他总不会真的救不回来了。大哥，你别怪莹莹。大伯，是他自己要走，又没有人逼他，而且这也不是我妈妈的错，凭什么还得去求着他回来？他说不定是知道自己做错事惹恼了宋家，怕爷爷生气才借故离家出走呢。许许做错事我会教他，也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但江汉，如果你对许许依旧是这种态度，那以后你也不用再叫我大伯了。你们也一样，如果你们不愿意接纳许许，以后也不用叫我大伯。江雨成声音不重，却是前所未有的严厉。几个小辈几乎是下意识挺直了腰板，纷纷表示不敢。大哥，孩子们嘴毒，但其实都没有坏心，更谈不上接纳不接纳。许许本来就是咱们家孩子，不至于的。许许丢了18年，官家哪怕从未缺她吃喝，她一个养女在官家也是受尽了委屈。现在她好不容易回来，我不想让她再受半分委屈。我不会要求你们每个人都去迁就她，但起码把她当一个普通的家人看待。如果做不到，那我选择带着许许和江淮单独住。2房3房所有人都脸色一变，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大哥这次居然玩这么大。老大，这话我不想再听到第2次。江家是一个整体，只要我还在，谁也不准再说出搬走这种话。厅内众人皆是噤若寒蝉，没有人敢反驳老爷子的话。江家的孩子想要什么都可以有，但在宠惯孩子的同时，也要让他懂得，这世上不是他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孩子的教，你如果教不好，我可以亲自教他。听到爷爷居然打算亲自教自己，江莹没忍住直接哭了出来。这太可怕了，我不要。找个时间去把你妹妹接回来，家里还安排了派对，准备正式宣布她江家大小姐的身份，她还是得回来的。我知道。大江总，宋先生和夫人来了。江雨成微微拧眉，这个时间宋家人亲自登门，难道又是为了许许的事？关许许这是闯了祸，被人找上门来追究了。就说他是为了躲责任才故意走的吧。宋总，宋夫人，许许今天顽皮，给你们添麻烦，我已经教训过他了。江总千万别这么说，是我们夫妻没搞清楚状况，误会了江小姐。江小姐是好意提醒，都是我们不识好歹，我们知道错了，还请一定给我们一个跟江大师当面赔礼道歉的机会。宋家夫妇话落的瞬间，客厅里似陷入一瞬诡异的安静。这宋家夫妻过来，怎么不是来找关许许晦气的？而且江大师是什么鬼？被找回家的豪门千金，更是玄门之人。江总，我们真的很想当面跟江大师赔罪，你能不能让我们见一见江大师？江雨成思视好半晌才缓过神来，有些哑然。许许他不在。大师是还没回来吗？他什么时候回来？或许我们在这里等他。客厅内，一众江家人皆是尴尬。关许许搬走了，至少今天是肯定不会回来的。江总，许许今天应该不会回来。宋叔和宋姨如果着急，或许我先替你们联系一下许许，如果他方便，我可以带你们直接过去找他。那太好了，麻烦你了。江淮转身去旁边打了个电话，很快便走了回来。许许说已经知道2位的来意，
他现在出发去宋家，直接在宋家见面谈即可。哦，听到关许许愿意直接出发去宋家，宋永明和宋夫人简直是喜出望外。我送2位回去。宋家人这么着急找许许，该不会是宋家小姐出什么事了吧？应该是出事了，而且极有可能是被许许说中的那个事。3人到的时候，关许许也正好抵达门前。江大师，今天的事是我武断了，谢谢你还愿意过来。先进去吧。一边往里走，一边不忘解释今天的状况。小梨儿每天下午都要去散步玩耍，大师早上明明提醒过了，都怪我当时没当一回事。下午还是让小梨儿出门，结果小梨儿中途就不见了，但也就是10来分钟的时间，人找到了。结果小梨儿回家后没多久，突然就晕了过去，而且怎么叫都叫不醒。家庭医生检查后都没查出什么原因。我抱他的时候，发现身上掉下来一个东西，正是大师给的符，但里面已经烧成灰了。原本已经要丢掉的东西，觉得好玩，被小梨儿偷偷藏在身上。放心，我说过了，宋小姐是福运绵长的命格，哪怕如今有所亏损，也会保她性命无虞。突然，迎面一道火焰冲着几人的面门直直扑来。梦 C 涂了梦卡，梦 C 涂了梦 C 卡，大地瓜那么烤地瓜，1块钱能买啥？房间内，一个穿着道袍的中年男人，手持一柄桃木剑，在空中劈砍。哇，这是怎么回事？不是说梨子撞见脏东西了吗？我就托人请了个相熟的大师，放心吧，大师说了，没什么大事，等他做完法人就醒了，说不定还能变聪明点。妈，不是说了我和永明去请大师了吗？一事不烦二主，饶是宋夫人不懂玄门人的规矩，也知道一下子请2家上门不好，多找几个一起看又怎么了？我不是看你们宝贝那丫头，我才不操这个心。说着，视线看向宋夫人身边的关许许和江淮，目露怀疑。江淮，江家的长孙，那所谓大师肯定不是他，那就是旁边这个小丫头了。这就是你们找的大师，怎么还是个丫头？语气里满满的都是对丫头的嫌弃。关许许微微挑眉，怎么这一行现在也重男轻女了不成？年纪还这么小，能顶什么事啊？月华，你不是又被骗了吧？妈，江大师虽然年纪轻，但他是有真本事的人，你别瞎说。小女娃能有什么真本事？做不过是靠一张嘴忽悠罢了。这个儿媳妇虽然学问高，但看人不行。你说你有真本事，那你得拿出来看看了，也不用多，至少得像大师一样5个剑吧。妈，生怕老太太的态度惹恼了关许许。江大师，实在抱歉，你别介意。关许许没介意，朝床上一直躺着的宋雨梨看去。不要靠近，你这样会打断我的书法。关许许没有理会，拉过宋雨梨的手指细看。宋老夫人，你们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是说了做法期间不要让任何人打扰吗？鲁大师，实在抱歉，我这就让他们出去。鲁大师开坛做法，想必是确定宋小姐身上是什么问题吧？宋小姐招惹了小鬼，我方才就是在给她驱赶小鬼，偏偏你不听劝阻，打断我的施法，那小鬼刚才趁乱跑掉了。哼，言下之意，现在做法失败，宋小姐醒不来，都是你的原因，和她无关。但凡你有些许感应，就会知道这屋里毫无阴邪之物。宋小姐之所以昏迷，也不是被小鬼纠缠，而是有人用邪术试图夺走她的命数。江大师，你说什么邪术？有人要我小梨儿的命吗？不是要她的命，玄门里的说法是借命。我说过，宋小姐是大福的命格，她的命格注定她这辈子本该无灾无难，一生顺遂。也正因此，有人看中她的命格，想要借她的寿数为自己续命。这手指上的朱砂印，就是有人哄骗她盖下手印，以此默许对方借命的行为。至于什么时候盖的印，约莫就是宋夫人说她失踪那时来分州里的事。大师，所以我女儿的命已经被借走了吗？还能要回来吗？可以。一旁的鲁大师刚要张口贬低几句，一个长相俊美的年轻男人淡淡出声：闭上你的嘴，再冲我妹妹多话，我让你横着出宋家。他的声音不重，甚至称得上温和好听，偏偏说出来的话让鲁大师背脊发寒。关许许想起鲁大师刚才舞来舞去的动作，大家好像觉得折腾一下更有幸福力。这样想着，他蓦地后退一步。天道清明，地道安宁，混合乾坤，百神归命，我奉赦令，破！随着他最后一声破令，宋雨梨额心处飘出一缕缕黑色的烟。与此同时，在距离宋家不远的某处小馆内，一个中年男人正看着手机里的巨额到账，面露喜色。突然毫无预兆地吐出一大口血，随即整个人直挺挺歪在地。
宋家别墅内，所有人安静如鸡，包括江淮在内，眼底写着的皆是不可思议。小梨儿，小梨儿，你怎么样？妈妈、爸爸，咦，奶奶也在。他显然不明白，他就睡了个觉，爸爸妈妈还有奶奶怎么都围在他床边了。是小狗姐姐。小梨儿别乱叫，这是你许许姐姐。小梨儿傻乎乎的笑了一下。宋永明见自家小女还是之前的样子，心情也好了许多。江大师，小梨儿这是没事了吧？我刚刚强制破了对方借命的术法，对面术师遭到反噬，确实没法再对宋小姐出手，但对方哄骗宋小姐签下了借命的契书，还得想办法找到对方，将借命的契约烧毁，否则等对方找了另外的术师，依旧可以通过契书随时重新施法借命。听到对方还会对小梨儿出手，宋家夫妻一颗心都下意识收紧。我已经让人调查过小梨儿失踪那段时间里的监控，可是什么也没查到，倒是可以继续派人去查，但我担心一时半会儿查不出来，到时候对方可能已经先一步找了另一名术师重新借走小梨儿的寿数。江大师，有没有其他办法找到这个害人的幕后黑手？你放心，只要能救下我女儿，报酬你尽管提。倒也不是不行。说着，从口袋里摸出一块大白兔奶糖，用少有的轻柔语气哄着小姑娘。小梨儿，跟姐姐玩个游戏怎么样？姐姐请你吃糖，小梨儿陪姐姐玩一下好吗？那手伸出来。只见一条丝线跑了出来。哇，我有魔法了！众人皆是不可思议。那小梨儿现在起身，跟着丝线指的方向走，魔法会带你找到惊喜。一旁的宋永明夫妇见状，哪里还有不明白的？当下快步跟上，同时吩咐别墅里所有待命的保镖一起跟上。一般借命的术法，多是将装有自己头发的红封封上，钱财散到路上。只要有人捡到并花用，寿数就会在不自觉间被借走，属于广撒网。一般这种借命借不到多少，被借命的人甚至不会察觉。但宋小姐显然是被专门选中的，还用了契约这样的方法，可见那人应该是认识小梨儿的。宋夫人瞬间倒吸一口凉气，下一秒眼眶瞬间就红了。小梨儿，幼年突然受伤痴傻，本就已经活得比别人艰难了，竟然还会有人专门盯上他的寿数，我可怜的小梨儿。宋小姐失踪10来分钟，基本可以断定对方是在别墅区内动的手，那人应该也是住在这片的。小梨儿出事前，我已经排查过小区内有嫌疑的人家，应该不是和宋家结过怨的。说话的正是宋家另一个儿子，宋雨离的哥哥宋玉礼。江淮的妹妹，却没想到看着这么小。跟着丝线走就好。一群人浩浩荡荡来到一户门前。怎么会是这里？果然是认识的。这是裴家，原本我们两家也没什么交集，但是裴家的孩子是附近为数不多愿意和小梨儿一块玩耍的孩子。宋夫人怎么也没想到，居然是这么一家人想要他家小梨儿的命，怎么不叫人心寒？裴家最近是不是有老人或者其他人得了病，快死的那种？裴家的老太太身体一向很好，但和小梨儿一块玩的那个孩子，前阵子说是得了什么病，被送进医院了。裴家人借命，应该就是为了那孩子了。被找回家的豪门千金，更是玄门之人。跟着小梨儿的丝线，很快找到了要借走小梨儿寿数的人。月华，这是怎么了？怎么还带这么多人过来？你不知道怎么了吗？你们家找人害我家小梨儿，想借我家小梨儿的命给你家浩浩续命。你真以为没人能发现吗？裴夫人听到这话，眼底有一闪而过的慌乱，但很快又掩饰过去。你在说什么？我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什么借命？没来由的猜测就带人找上我家来，简直太过分了。宋夫人哪里看不出他刚才的表情变化，小梨儿的借命书才是最重要的。小梨儿，咱们进去找。裴夫人此时也看到小梨儿手上的丝线，当下脸色一变。你们这是干什么？要擅闯民宅不成？哼，今天我们还就是擅闯了。宋夫人一抬手，宋家保镖一下子就把人包围了。宋夫人和小梨儿跟着丝线往里找，找到了，借命书找到了。把东西还给我！宋玉离怎么可能让他靠近？当下一个箭步便将裴夫人推了出去。关徐旭立马施法把借命书烧毁。裴夫人哭得撕心裂肺。宋夫人一巴掌一巴掌打下去。让你算计我女儿，让你用邪术害人，我家梨儿哪里对不起你了？你要这样害她，她还是个孩子啊！这些年因为小梨儿痴傻所受的委屈，还有这一整天的担惊受怕，在这一刻仿佛彻底爆发，全然不顾自己的教养和上流圈层的体面。对于一个母亲来说，孩子就是她最大的逆鳞。你敢动我的孩子，我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名门泼妇。妈妈，妈妈！也是这一道哭声，仿佛瞬间唤醒了宋夫人的理智。小梨儿别哭，妈妈的小梨儿别哭。妈妈不要打架，不要打。
妈妈不打，妈妈吓到小梨儿了，都是妈妈不好，妈妈没保护好你。宋夫人眼泪再次不受控制的滑落，抱着哭泣的小梨儿呜呜的哭。裴家老太太和裴夫人的丈夫总算匆匆赶回。你们宋家这是要干什么？报警！我要报警！哼！宋永明刚才不好对一个女人动手，这会儿见到裴总，当下冷笑上前：“你尽管报警，我顶多赔你一点钱。但你们裴家用邪术害我女儿，我们宋家今后就算动用所有关系，也要让你裴家付出代价。”裴国栋心头咯噔一跳，下意识看向自家妻子。他们把诫命书烧掉了，我的浩浩啊！听到诫命书烧了，裴国栋整个人仿佛瞬间，一旁的裴老太太更是一副天都塌了的样子。你个没用的，连个东西都看不好，你们怎么能把我家浩浩的命书烧了？那可是我家浩浩的命啊！你们宋家的心肠简直太歹毒了！宋老太太不知从哪钻了出来。我呸！明明是你们家算计我孙女，居然还敢反过来说我们歹毒！你个老货，心肠才是真的黑！裴夫人也跟着冲过来，却是朝着宋雨梨恳求：“小梨儿，阿姨也是没有办法，你浩浩哥哥生病了，他得活下去啊！看在他以前愿意带你玩的份上，你帮帮他好不好？阿姨要的不多，50年就好。”宋夫人老早就捂住了小梨儿的耳朵，不然早就上手扇了。滚开！别顶着那张脸凑到我妹妹眼前，我怕我妹妹做噩梦。好在诫命书已经烧了，宋家人也不想再留下来看裴家人这恶心的嘴脸。关许许故意走在了后头，对着一脸怨毒愤恨的裴家人微微一笑：“邪术害人，施法者逃不过反噬，你们作为主谋也逃不掉。接下来3年，裴家将运势全无，霉运缠身。”接着又补充道：“这是赠言，不额外收费。”江淮就站在一旁，看着自家妹妹一本正经地补充最后那句，只觉好笑。这个妹妹不仅好像真的有真本事，而且好像还有点喜欢赚钱。江淮瞬间就放心了，钱江家最不缺了。妈妈，小梨儿。看到小梨儿精神不好，宋家人顿时又紧张起来。江大师，小梨儿这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放心，就是一点窃命后的后遗症，没有大碍，给她补充点能量，白天让她多晒晒太阳就好了。听说人没事，宋家人瞬间松了口气。现在对于关许许的话，他们是深信不疑的。他这2天需要恢复精神，等过2天，我再来帮他将丢失的遗志换回来。他说的随意，却叫宋家人齐齐一僵，似是不敢置信自己听到了什么。江大师，你说的换质是什么意思？该不会是说我家小梨儿？关许许看了一眼旁边同样惊愣的宋夫人，眨眨眼。我记得之前和宋夫人说过的，宋小姐本该是福运绵长的命格，是幼年被人换走遗志才变成现在的样子，也因此才导致她命格发生更改。其实我之前上门就是为了给宋小姐换回遗志的事。对，江大师是这么说过，我当时忘了。说着，又忽然一把握住关许许的手，眼眶发红。江大师，那是不是说只要换回那遗志，我家小梨儿就能像正常人一样了？没错。话落的瞬间，只见宋夫人的眼泪再次唰地流了下来，宋永明、宋玉礼都露出了激动之色，激动之余又有些愧疚。江大师之前真的很抱歉，不仅把你赶出家门，还打电话质问江总，现在又不计前嫌地帮助我们宋家。宋家人简直要羞愧死了，是每天晚上都得定个闹钟起来打自己一巴掌的那种羞愧悔恨。多谢你江大师，真的谢谢你。关许许见过宋夫人为了自己孩子不顾形象撒泼发狠的样子，心底也有隐隐的触动。母亲对孩子的爱，我没有体会过，或许将来也不会有，但看着宋夫人，好像有点明白是什么感情。江大师，那今晚的酬劳。说到酬劳，关许许稍稍站直了些。嘿嘿，终于要收钱了。正常他出手一次3万，但考虑到破戒命术法耗费的力气，当下伸出3个手指，30万，300万，没问题。宋永明不带半点含糊的转账300万，关许许默默咽了咽口水，但仍是一脸淡定。3天后，我再过来为宋小姐换质。关许许面上端的淡定从容，内心的小尾巴却已经高高翘起。300万，有钱了！果然主动出击是对的，真希望这样的单子多来点，这样官家的抚养费很快就能凑齐了。想到很快就能从各个方面和官家彻底斩断牵扯，关许许脸上的喜色溢于言表。江淮看到这个小财迷妹妹，嘴角笑意深深。现在的模样，显然是已经忘了今天在江家的不愉快。许许，对不起，之前虽然看过你揪出五嫂的本事，但我也不完全相信你能解决宋家的事，所以爸爸不让你插手宋家事情的时候，我没开口，这点哥哥向你道歉。他说着，看向关许许，桃花眼恋着温雅的笑意。不过我现在确定了，我妹妹是真的厉害。听到江淮主动道歉又夸赞自己，关许许眉眼微弯，明显有些开心的样子。
原先以为许许缺钱，现在一出手就赚300万，是自己狭隘了。不过孩子能赚钱归孩子赚，身为哥哥的零花钱也不能少给。想到昨天给的那30万，瞬间觉得磕碜了。江淮反手又给他转了300万，关许许人都傻了。哥哥这么好，看来我赚的还是太少了。宋家，宋永明夫妇回想起今天在江家的情形，似乎有些猫腻。我瞧着，江大师似乎不住在江家，不是说刚刚把人认回家里吗？江家的人口复杂，江大师在江家想必没有外人以为的那么轻松。那可是江家亲生的孩子啊，好不容易找回去，怎么还舍得让孩子受委屈？宋夫人语气有些不满，她现在对于关许许是绝对的推崇。江家的家事，咱们外人也管不了。不过江家人若是知道江大师真正的本事，恐怕是要后悔的。不只是江家，还有当初养大了江大师的关家。听说了江家撤回了与关氏的项目，关家养大了江家的孩子，按理说就是原地起飞都不为过，可偏偏两家却是毫无往来，这就十分耐人寻味了。不管江家如何，咱们家日后对江大师必然不能失礼。江大师是咱们家的恩人，谁要是敢跟江大师作对，那就是跟我们宋家作对。听说江家为江大师准备了一场欢迎晚宴，到时候我要带上厚礼过去。江老爷子开口，明天为许许办的晚宴照旧，你们几个明天亲自上门把你们妹妹哄回来。要是许许哄不回来，你们几个也用不着回来了。江肃几人听到这话都不约而同地瞪大了双眼，不敢相信爷爷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难道关许许一个才见了几面的孙女，还比我们3个大孙子重要吗？江肃也就算了，我和关许许同龄，成哥比关许许年长，我们不要面子的吗？一家人说2句嘴就闹着离家，不是小题大做是什么？直到现在，他们也根本没觉得他们做了什么坏事。明天我和他们一起过去找许许。江雨成始终记得许许说出要搬出去时的那个眼神。我让他把那个好不容易迎来主人的房间让出来，当时的许许一定是对我失望极了。这一次他必须好好弥补，在他看来，既然做错事，那就认，同时尽力弥补。于是第二天，4个大傻子站在了关许许面前。难怪哥哥昨晚突然又把我送回出租屋了，他早就知道他们会来。许许，你就住这儿。他原本以为江淮就算让许许离开也会安顿好他，可许许居然住在这种地方。你就算临时找房子，也不用找这么寒碜的地方吧？家里又不是没钱。江汉拧着眉，断定这就是关许许的把戏。想骗我们愧疚，没门！胡漂亮一下子钻到关许许跟前，几人这才注意到角落的宠物屋和玩具，看那磨损痕迹，几人哪里还不明白，这就是关许许住的房子。你之前不是一直住在关家吗？怎么又一个人在这里租房子？他们之前就把你赶出来了吗？江肃的声音里明显的怒意，哪怕他确实排斥这个所谓的堂姐回家，可他排斥归他排斥，他江家的小姐还轮不到外人这么作践。关家这样就是在打江家的脸。关许许只觉得这3兄弟态度变化的简直莫名其妙。昨天还对我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的，现在这一副抱不平的口气又算怎么回事？关家不让养宠物，所以我另外租了这里养狐狸。江肃几人蓦地就想起昨天早上他们指着他不让他在家里养狐狸的事情，一时表情都有些一言难尽。江淮给狐狸准备的宠物屋都弄好了，你可以直接养在家里，我保证家里不会再有人因为这件事有任何意见。不用了，他住这里挺好的，他也习惯了。这个他说的是小狐狸，又像是说他自己。江雨成只觉得心口莫名有些抽痛，见识过白淑琴的嘴脸，许许在关家怎么能好过？江雨成愈发后悔自己昨天说过的话。许许，昨天的事是爸爸不对，爸爸向你道歉，你可以原谅爸爸吗？关许许闻言微微一愣，看到江雨成在外那么呼风唤雨的一个人，此时却毫不犹豫地向自己低头，关许许心里并不觉得好受。所有人都以为我昨天说的是气话，但那是我自己的本意啊！我没生过你的气，更谈不上原谅，你不用跟我道歉，我已经成年，本就可以独立生活，你不用担心我出来住，只是因为我想出来住。这么说我也成年了，我不出来住难道是因为我不想吗？那是家里不让啊。江家的孩子，谁手里没个几百万的压岁钱，想买个房子搬出去那就是刷个卡的事，还不是因为爷爷不让搬出来吗？这么一说，居然还有点羡慕关许许是怎么回事？如果你实在不愿意回家也没关系，爸爸昨晚让人在东园买了一套别墅，只要你愿意，我们一房直接搬过去那边住。我们指的是他、关许许、江淮3个人。大伯昨晚说的不是气话，大伯玩真的啊，而且居然房子都买好了。关许许显然也没料到江雨成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毕竟江淮当初把他带回家时就说过，父母在不分家是江家人的规矩。关许许一时竟说不出什么强硬拒绝的话。你可以不用这么做，你不欠我什么。
江雨成木的有些心疼。我的女儿，我欠了你18年啊！我知道现在说什么弥补都没有意义，但是许许，从今天开始，爸爸和哥哥重新给你一个家，行吗？江雨成那丝丝带着恳求的声音，关许许只觉心头一紧。如果你还是不愿意，爸爸也可以搬过来。此时三只姜很震惊，大伯这是疯了吗？这屋子太小，我让你哥把隔壁2户买下来，到时候再打通。三只姜依然很震惊，居然真的在打算了。我搬回去。关许许从来没想过逼江雨成做什么，但他愿意为了他舍弃一些东西，这对他而言已经够了。以为自己会无所谓，但还是会因为这个叫爸爸的人有所触动。关许许愿意为了江雨成让步，甚至没要求那三只姜道歉，这也是三只姜没想到的。这就好了，我还以为会被逼着道歉呢。本来过来道歉就十分不爽，可他怎么连要求都不提？怎么好像还是不爽呢？显得我们在他这里可有可无的，这很烦人。关许许到家时，江淮就站在门口，笑眯眯地看着他，一如那天第一次见到他那样。许许，欢迎归家。许许，你回来了就好。为了今晚的晚宴，妍妍已经提前给各家都发了帖子，你要是不回来，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陆雪溪声音轻婉好听，然而那话里话外却分明在暗示，大家把你哄回来不是真心想让你回来，而是为了今晚的晚宴不失礼于人前。哼，笑话，我在官家锻炼了18年，还听不出你那点小心思吗？晚宴而已，今天办不成，明天也可以办，外人也不会因为没办这个晚宴就不认我是江家的小姐。哥哥，是这个道理吧？当然，你是我们江家的小姐，独一无二，无人可以替代。后面那话明显的意有所指，陆雪溪瞬间凝滞，又很快恢复过来。江淮哥说的对，造型师已经在楼上等着了，许许快上楼试试裙子，今晚可是你第一次以江家小姐的身份亮相，可要隆重些。江雨成也是难得露出几分温和的模样。去吧。许许，这些都是高定还没面试的礼服，随便选。关许许换好衣服下楼，只一眼就叫所有江家人怔在了当场。眼前的关许许如白色山茶花，洁白无瑕，她在所有人未曾注意时默默生长，直到今天，终于要在江家盛放出最美的模样。三只姜刚才明显被关许许的造型惊艳到了，但他们不可能开口夸她，怕她骄傲。这会儿见着陆雪溪，嘴里好听的话不要钱的往外冒。陆雪溪露出炫耀之色，但见关许许并没有在意。陆雪溪肉眼可见的没了刚才的开心。雪溪姐怎么了？没什么，你们还是不要围着我夸了。今天许许才是主角，她看到该不开心呢。她开不开心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你才是和我们一起长大的妹妹。对，她也就是仗着自己刚回来，大伯爷爷都稀罕她。哼，可惜了，她居然就这么回来了。他没想到大伯为了关许许能做到这个地步。果然亲生女儿就是不一样啊！心里冷笑着，面上却是嘱咐。这些话记得千万别让爷爷知道，否则爷爷知道大伯居然要为了许许舍弃咱们，他要难过的。以前家里一直好好的，也不知道怎么突然就闹成这样了。三只将在陆雪溪这话暗示下，也觉得就是关许许回家后就闹得家里鸡飞狗跳的。希望许许这次回来能懂事些吧。就见江素原本不满的表情似是变得有些复杂，小声嘟囔：“他在官家好像过得不太好，以后他要是做的不过分，咱们忍忍算了。”江素想到关许许住在那个小破出租屋就有些不得劲，还是我们蕊蕊厉害，居然能搞到江家的邀请函，不愧是咱们家的小福星。因为江家突然取消合作的事，关宝成到底不甘心，他摩拳擦掌，就等着今晚重新争取到江家的合作。蕊蕊，咱们是不是先跟你爸爸通个气？万一待会儿发现江家那个大小姐真的是你爸爸没有准备。前不久刚刚和关蕊蕊确定恋爱关系的裴远成朝着他们走来，对，就是那个借人家命的裴家。裴远成一开始选中的是关许许，毕竟关许许喜欢他，可关家突然爆出关许许是关家养女，裴远成当即和关蕊蕊走到了一块。要不是昨天二叔一家突然出了事，来不了，哪能空出这么多邀请函？这不是关家人吗？谁把他们放进来的？大哥之前3令5申关家亏待了许许，不许江氏以后跟关家有任何合作，原先的合作都撤回来了，这人怎么会在这里？哎呀，江副总，见到你真是太好了，我一直想找机会约您再见一面，可惜怎么也约不上，这可真巧了。关宝成在逮到人的瞬间就是一阵热情输出。雨桐，这几位是？介绍一下，这是关总和他的太太，这位应该就是关总的那位女儿了。听说对方姓关，薛宁玉的表情瞬间多了几分微妙。江雨成早已经把关家怎么对许许的事情查得一清二楚了。这就是从小吸食许许运气的那个孩子，为了救他被撞进医院，后又被赶出家。好啊，原来这2位就是关总夫妻，今天总算见到了。认清楚脸，下次不能再让门卫把人放进来了。是啊，前天我太太带着女儿过来拜访，可惜没见着人，她回去还说遗憾呢。好在今天总算见面了。哦，那关太太没跟你说为什么没见着吗？
关蕊蕊母女猛地咯噔一跳，关宝成素来精明，这会儿也总算发现了些许端倪。我太太和女儿都被我惯坏了，如果有什么地方得罪了江三太太，你可千万不要跟他们计较啊。薛宁玉和江雨桐顿时明白了，感情那天在江家的事情，关家这对母女回去半句话没说过啊。那事情倒是有趣了。那天关太太和小姐和我太太连面都没见上，可谈不上得罪。关宝成熟知生意场上人的说话技巧，生意就是白淑琴和关蕊蕊那天走那一趟给搞黄的。江副总，这是肯定是有什么误会，千万不要因为一点误会就坏了两家的合作。我是真的很希望和江海集团合作，如果您这边对于合作条件有什么想法，关氏都可以配合的。其实这次取消合作是我大哥的意思，这个我是真的帮不上忙。关宝成听见居然是大江总的意思，心下顿时又一个咯噔。他们那天走一趟江家，究竟得罪了多少人啊？今晚的主角终于出来了，关总之前对我们家孩子多有照料，今晚既然来了，可要好好喝一杯。关宝成心下只觉莫名，下意识顺着众人的目光看去，前这个女人吃了一道真言符，就把什么实话全都说了。看着关许许漂亮的模样，关家三人傻眼了。关许许她竟然真的是江家的大小姐。在最初的竞争过后，伴随而来的便是浓烈的嫉妒。这就是江家的大小姐，我瞧她身上穿的这条裙子，好像是前不久艾瑞大师发布的秋夏概念高定。对，我也记得，那还是没正式上市的高定，江家居然连这样的裙子都能拿得到。你们忘了江家那位四姑奶奶，以那位姑奶奶在时尚界的地位，想拿2条这样的高定，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关蕊蕊越听越嫉妒的冒泡，忍不住悄悄靠近几人。会不会是假的啦？他这话一出，前面讨论的女人声音瞬间戛然而止，一副离奇葩远点的样子。关蕊蕊气得脸都要歪了，下意识想找裴远成求安慰，却见裴远成此时已经看呆了的样子。此时关许许也看到了关蕊蕊，因为她周身缠绕着黑气，不想看都不行。不过2天没见，关蕊蕊背后那道原本有些淡的灰影，此时已经变成了黑色。也不知道关蕊蕊这是做了哪个大死，招来了那样的东西。关许许原本带着浅笑的眉眼略微有些冷，江雨成和江淮顺着就看到了关家那3口子。感谢诸位今日过来，江家多年来仰赖各位的照拂，所以我很希望和大家一起分享我江家的喜事。再次郑重向各位介绍我的大孙女，江家的大小姐江许许。配合着老爷子的介绍，关许许不，现在应该是江许许，朝着在场的人微笑见礼。人群里的关宝成简直目眦欲裂，为什么江氏给了合作又取消合作？他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早知道许许是江家的孩子，凭这恩情，以后就是江家的座上宾，关是可以原地起飞了。可现在，关宝成胸口有一瞬间的闷痛，悔恨气愤，只能死死忍住。今天这样的场合，他不能发作，江家更不能。许许，你今晚可真漂亮，看到你好好的我就放心了。自从你走后，我跟你妈妈就一直惦记着你。哎呀！又有些懊恼似的朝一旁的江老爷子笑了笑。瞧我，都说习惯了，现在该改口了，不是妈妈，该叫养母才对。关宝成一句话，直接点明了他和江许许的关系。江家大小姐的养父母，那不就是江家的恩人吗？江家的恩人，那必须也得交好啊。一旁的江雨成在听到他的话时，瞬间沉下的脸色。关宝成打的什么主意，再明白不过了。原来是许许的养父母啊！说起来，许许这些年多亏你们照顾了。哪里的话，江老实在太客气了。如果早知道许许是江家的孩子，我们肯定早早就把人送回来了。哦，关家养大了许许，就算是我们家的贵客。老大，你把人带去楼上好好招待一下，可别失了礼数。江雨成早就想把关家人弄出去了，关宝成也是精明的，怎么能不懂？说起来，关氏前几天原本跟江海集团刚确定了合作，我知道这是江老肯定是看在许许的份上，想要拉拔我们一把。我今天过来也是为了专门表示感激。两家谈合作，底下人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好的，还请江海集团这边海涵。言下之意，咱们的合作还是继续吧。想仗着今天这样的场合把关家和江家彻底捆绑在一起，想得挺美。江雨成可不会惯这样的臭毛病。关总说笑了，江海集团和关氏的合作早就取消，至于为什么，我想关总夫人和令爱清楚内情。江总，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误会，我是真的很有诚意，希望和江海集团合作的。说着，又看向一旁一直一言不发的江许许。许许，你也替爸爸说句话啊。关总，许许是我女儿。许许，我们家养大你不容易，你倒是说句话。这一句两句，完全是将江许许架在火上烤。都说生不及养恩大，如果这小贱人敢忤逆，那今后在圈子里的名声必定全毁。哼！关蕊蕊早就等着这一刻，当即也凑上前来，一脸哀求：“姐姐，大妈一直把你当做亲生女儿，你不能有了亲爸就不管我们了。我知道你认回了亲生的家人，
可我跟宝成和蕊蕊也是你的家人啊，我自认从小到大没让你受过什么委屈，你现在怎么就成了这样？就算是被认回江家，关家到底将你养大，江小姐这样对养父母不觉得不应该吗？我瞧着关总一家也是有脸面的人家，江小姐倒是不至于这样避之唯恐不及。江雨成脸色难看，刚要开口驳斥，江许许已经开口。7岁那年，关蕊蕊不小心落水，关太太赶到后，见我安然无恙站在岸边，便一把将我推下水。因为你的女儿受了罪，我也应该受一份。这道疤是当时你推我下水时被岸边的石头划破胳膊留下的，这是你应该记得。听到这话，江家人几乎是刷的一下将视线狠狠扫向白淑琴。那是你自己不小心摔下去的，怎么还说是我推的呢？10岁那年，关蕊蕊受伤住院需要输血，医院里明明有足够的血液库存，你却拉着护士非让她抽我的血给关蕊蕊。你说因为我们是姐妹，她用我的血能好得更快。这又是什么奇葩逻辑？小学生都知道，输血只要是同样血型的就行。江雨成却已听得愤怒异常，毕竟这些事哪怕调查也不会知晓。小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关蕊蕊每次倒霉出事，你都会让我经历同样的倒霉，或者要求贴身照顾她。后来我才知道，因为关蕊蕊天生命格孱弱，自带灾厄，你们养我不过是因为看中我的命格，想用我的命格来给关蕊蕊挡恶罢了。许许，你从哪里听来的这种话？这么迷信的话你怎么也信？我知道你现在是江家大小姐，身份高了，不想认我们我都理解，但是你犯不着说这种荒唐的理由，真是太叫我伤心了。我相信江小姐。宋永明夫妻捧着礼盒穿过人群，直接走到了江许许身侧。江小姐绝不是你口中那种攀了高就忘本的人，她既然说你们关家是为了换命格才收养的她，那你们就肯定做过，既然做了，就不要在这里假模假样的说这种话，是打量在场的都是傻子吗？江许许知道今天如果不能有个结果，关家以后还会对她纠缠不休，一道真言符打向白淑琴。前这个女人吃了一道真言符，就把什么实话全都说了。我是做了怎么着？我家蕊蕊命格不好，大师说的找一个命格好的替蕊蕊挡了才能改命，她命格好，我拿她的命给我家蕊蕊压一压怎么了？她这话一出，震惊四座。妈妈，白淑琴忙不迭伸手捂住自己的嘴，但又像是不受控制一般的往外冒。你别以为你现在成了江家大小姐就了不起，你在我家也就是个给我家蕊蕊转命格的工具人。大师说了，只要我家蕊蕊不但吸收你的福运，等过了18岁，你们两个的命格就能彻底换过来，否则你以为我会那么轻易放你离开去找你的亲生父母？你说什么？就连一旁的3只江脸色都跟着阴沉下来。虽然不喜江许许，自己家里怎么闹都行，但外人不能这样欺负江家人。这关家简直欺人太甚。原本觉得江家大小姐刚才那些话都荒唐的紧，万万没想到这关家承认了。宾客们不信真的存在换命格这种事，只觉得这关家人真是迷信的有些奇葩。淑琴，你是不是又犯病了？净说这些乱七八糟的。我夫人有轻微的精神异症，情绪起伏过大的时候容易犯病。我今天就先带她回去了。关宝成说着便要带人离开，却不想3只江齐齐上前。关总何必着急离开，显得你太心虚。江淮已经知道许许的本事，他们江家今天就要配合着许许，将关家这家伪善的面具给彻底撕下来。关太太，你确实有精神异症吗？我哪有？白淑琴此时已经是一副快要哭的表情，但还是控制不住往外冒。我老公就是不想让我说实话，他这人就是这样，有时候做起事情畏首畏尾的，还不如我们女人干脆。江雨成压抑不住的怒意上前。你们还对我女儿做过什么？我能对她做什么？是她总是认不清自己的身份。打小就是个不省心，小时候还敢跟蕊蕊抢玩具，我把她关阁楼里饿了2天，出来就乖乖听话了。江家人听得脸色难看至极，周围宾客更是一脸同情。还以为江家大小姐虽然从小流落在外，但好歹也是被一户富裕人家收养，日子应该不错，没想到遇上的是个心黑的。对于周围的视线，江许许却是不为所动。你们今天来想做什么？当然是来要好处的。我们养了你这么大，你现在成了江家大小姐，不得报答我？江家那么大的家业呢，拿1半出来答谢我们关家也不算过分吧？在场宾客顿时倒吸一口凉气，这关家胃口也未免太大了，张口就要江家1半的家业，也不怕撑死自己。话说到这个份上，谁还不清楚关家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家？不是这样的，我妈妈都是胡说，我们没有那样对姐姐。行了，你们关家的算盘打得惊世那头都听见了，还在这儿装呢。关蕊蕊从小到大哪里受过这样的委屈，捂着脸往外跑，却猛地撞上一人。看清对方的容貌，关蕊蕊只觉得心脏几乎漏跳了好几拍。那不是楚少吗？是他吧？气势好吓人啊！不是说楚少最烦参加这种宴会场合吗？他怎么也来了？
糟了，我今天穿的这个裙子没问题吧？楚少最讨厌人穿的花哨，可别让他看到了。还不把人拉走？服务员二话不说，直接拉起就走。恭喜江小姐来迟了。楚北鹤代表的是楚家，他这一表态，今夜过后都必须承认江许许的身份。不迟，楚少来的正好。他又重新转向一旁的关宝成，笑容微敛，声音清淡。官家养我18年，满打满算不超过500万。在这之前，我已经将500万抚养费打到你卡上。另外，我替关蕊蕊死过一回，养恩已还，以后我再不欠你关家1分1毫。关宝成瞳孔地震，江雨成更是心口微痛。从今天起，我江家的孩子和关家再没有任何关系。看在你们抚养许许一场，江家不会对关家做什么。但如果关家以后胆敢打着江家的名义在外招摇，就不要怪江家出手。送客。江许许用只有3人能听到的声音道：“忘了告诉你们，你们换转命格的术法根本没有成功。关蕊蕊先前的大劫很快会重新找上她，你们想要救她，就让关蕊蕊拿着奶奶的镯子亲自来找我。楚少不像是喜欢掺和这种宴会的人。”他说我应该对你负责。江许许杏眸微微瞪大，似是在问负什么责？我有什么责要你来负？之前是我向宋家透露了你的身份，才让宋家向江家责问，间接导致你离家出走，因此他需要负责。原来只是这位楚大佬竟然这么好忽悠的吗？楚北鹤当然知道，这不过是江淮骗他来给他撑场面的借口。关蕊蕊不小心撞上大佬胳膊的瞬间，他身上的黑气明显被楚北鹤身上的金光撞淡了几分。这金光是个好东西。江许许有点想要。那以后如果我有问题，还能去麻烦你吗？不能。不是说好的负责吗？你已经搬回江家，所以我的责任在刚刚已经履行完毕。原来大佬的责任还是一次性的，失策了。楚北鹤在跟江许许说完话后，便很快借口离开。楚少在圈子里是出了名的不好接近，你要是把心思放到他身上会后悔的。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江许许，话里却听不出什么恶意。你喜欢楚北鹤？一般会主动警告别的女人不要靠近某个男人的，都是对方的爱慕者，电视里教的。却不想听到江许许这话，少女像是听到了什么恐怖的鬼故事。我嫌自己活得太久才会喜欢那个大魔王。这已经是第2次听到有人这样叫他，看来这个昵称不是江淮独有的，是公认的。谢谢你的忠告，我会看情况接近。言下之意，谢谢你提醒，但我选择不听。算了，随便你吧。我也是看你刚才那么干脆的和你养父母划清界限，觉得你还算脑子清醒的，才多嘴劝你一句离青资，离氏地产是我家的。面前的女孩态度落落大方，说话爽朗，他挺喜欢。不过少女眉心处的那簇暗粉色，你最近有烂桃花，要注意那些让你主动产生亏欠感的人。哎，你真信这些啊？我不只信，我还是学这个的。如果你要防小人，也可以来找我。这位江家大小姐好像奇奇怪怪的。关宝成一巴掌狠狠甩在了白淑琴的脸上。啊，你这是做什么？就是你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把我经营多年的名声全毁了。你让整个关家成了圈子里的笑柄，我现在恨不得掐死你。你们今晚不是去参加江家的晚宴，顺道找机会挽回和江家的合作吗？怎么还成了圈子里的笑柄？爸，你别这样，你吓到我了。我还没跟你算账，你跟你妈明明知道关许许就是江家那位大小姐，还一直瞒着我，我还以为你们是真心帮我争取和江家的合作，结果到头来你们2个才是罪魁祸首。关宝成一通吼斥，把关蕊蕊吓得浑身一哆嗦。关宝成，你怎么能这么吼蕊蕊？她可是你亲女儿，你自己没用还反过来怪我们。刚刚怎么不见你发作，在外面装的跟孙子似的，只敢回家冲我们发火，孬种！这话一出，关起身都震惊了，这是他妈能说出来的话吗？你说什么？老公，不是，我不是那意思。真言符效力还没过，此时都是真心话。我说你没用，只有没用的男人才会对着家里人怒吼。你真那么能耐？刚刚怎么不冲着关许许那贱丫头去？还不是看她成了江家的大小姐，不敢跟她撕破脸。可惜人家根本看不上你，恨不得一脚把你踢开。妈，你什么时候跟爸爸这么说话了？疯了不成？白淑琴也觉得自己要疯了。从在江家开始，她就不受控制的想往外冒真话。关宝成越是生气，关蕊蕊身上那道黑气就丝丝缕缕钻进关宝成的身体里，无声无息。以前这个女人自己是倒霉体质，连带着别人也出了车祸。3只姜正在做俯卧撑，这是没什么。爷爷说他们最近缺乏锻炼，趁着现在暑假，好好锻炼一下身体。知道你要出门，车子已经给你备好了。江许许点头，短短几天，他已经快要习惯江淮的无微不至了。坚持住，今天至少做够100个，要是中间没坚持住垮了，3个人一起清零，从头做起。大堂哥，我们真的知道错了。
我这2天都没有找江许许麻烦，我们很乖了。江环哥，你不能有了妹妹就不要弟弟，我们也是你的亲人。做完100个才算亲人，今天做不完，你们的游戏手办就还是由我替你们代管。自从上次宴会，家里对江许许简直是把他当祖宗供着。原因是宋永明夫妻说的话。许许是个有真本事的人，我们家是真的很感激他。小年纪不仅这么厉害，还能自己赚钱，还关家的抚养费，实在是了不起。江家人一听额角就觉得突突跳，之前还觉得江许许弄这些神神怪怪的东西丢人，原来他这么苦。同时又不理解500万抚养费而已，直接跟大伯张口就是了，何必自己赚？许许，这1000万是给你的零花钱。爸爸和哥哥一个劲的转钱是怎么回事？江许许不是矫情的人，既然给了，就好好拿着。有了这笔钱，正好可以把之前想要的那个东西拍下来。车子已经停在了宋家门口。江大师，你来了。想到今天终于可以让他家小梨儿恢复正常，他们一家子激动的一整晚没睡着。这就是换走小梨儿遗志的那人的头发。宋家人眼神里瞬间仿佛冒了火。在开始之前，有件事我还需要向你们坦白。当年换走小梨儿遗志的是常年在江家帮工的一个阿嫂，她当年偶然帮助过一名邪师，作为报答，邪师提出可以帮他痴傻的儿子换纸，他就将主意打到了偶然来江家做客的小梨儿身上。江许许并不想瞒着宋家人，宋家人脸色都变得有些复杂，没有芥蒂是假的。只要小梨儿能恢复如常就算了，两家毕竟也有交情，如果真的因为这事交了恶，江大师夹在中间也为难。放心，他会好起来的。江许许一手掐诀，一手拿符，只见一个光晕飘进小梨儿的房间。只见小梨儿目光比起过去似乎清明了一些。小狗姐姐，今天不玩找宝藏游戏了吗？这怎么还是和之前一样啊？江大师是不是做法失败了？小梨儿怎么看着还没好？他已经好了。宋永明，你没看像依旧满眼天真无邪的小女儿，完全看不出来她已经好了呀。她被换走遗志的时候是8岁，所以现在的她也是8岁。换回的遗志不会让她一夜之间拥有16岁的智力，但今天以后，她会如同一个正常的孩子一样慢慢长大，只是可能会比同龄人要晚熟8年。宋家人听到这里终于恍然。是呀，小梨儿这8年来一直是孩童状态，哪怕恢复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成了个16岁少女。挺好的，她只是童年过得比别人长一些。我们宋家的小公主不着急长大。宋夫人的爱真是让人心头暖暖的。这是我亲手做的护身玉牌，可挡住所有邪祟手段，护她今后安康。宋永明当下又要给江许许转账500万，这次的钱已经有人付过了。只见江许许给他展示了一个收款页面，金额1000万，付款人江雨成。换制一事，江家有一定责任。今天这趟算是我代表江家弥补这一过错。江许许今天不只是江大师，同样也是代表江家。宋永明闻言，心里对于江家的那点芥蒂彻底烟消云散。从宋家离开，身后忽地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许许。裴远成站在不远处看着他，眼底是克制的惊喜和做作的深情。我过来看望我二叔，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真巧。那晚宴会我看到你了，本来想过去跟你打招呼，又担心你见到我不高兴，毕竟我们之间可能有误会。误会？对，蕊蕊肯定告诉你我们现在在交往了吧？但事实不是那样的，你出车祸后意外找回亲人，蕊蕊骗我说你家里人是大山里的破落户，我担心你被送走后未来尽毁，恳求他让关伯父把你继续留在关家，作为条件，我答应做他的男朋友。这么说，你是为了我？这大概就是命运捉弄吧。许许，你知道吗？其实我一直以来喜欢的那个人是你，我知道你也一直喜欢我。裴远成，谁告诉你说我喜欢你？江许许记得第1集的时候，关蕊蕊也说过她喜欢裴远成。究竟是谁在给我造谣？裴远成却是仿佛在看跟自己赌气的小女友。大家都知道的事，不需要谁告诉我，我看得出来。那段时间你一直跟在我身边，我去哪你都跟着，又给我买早餐，又来看我比赛。虽然你没有明说，但我都知道。我没有明说，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我不喜欢你。至于我为什么跟着你，相信我，原因你不会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否认对我的感情？是因为蕊蕊吗？还是你现在的家庭不允许你跟我在一起？江许许这会儿是真的无语了。有些人自恋到无法听见别人的声音。刚刚的借口，你想了得有2天吧？为了我被迫答应和关蕊蕊在一起，他以为自己是在写古早爱情剧本吗？笑死人！他居然这么不识好歹，果然攀上了江家就是不一样。海叔，先不回江家，送我去个地方。好的，大小姐。车子来到一个荒废的开发区，在开门时却是别有洞天。小姐，请出示邀请函，他是我的客人。说话男人长相阴柔，乍眼给人一种雌雄莫辨的美。你说的东西呢？
一展这里卖的东西千奇百怪，不管他有没有，他都能找来和你交易。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你要的东西，你先瞧瞧。只见一节枯枝，通体焦黑的桃枝，又称为雷击桃木，在玄门圈内属于辟邪的法物。这不是我要找的那只。你知道1000年的雷击木多难找吗？有就不错了，要不你再仔细看看，毕竟树枝长得都差不多。我确定我那只不一样，而且我一开始也说了，我找这个东西不是为了找法器，而是为了找到他的师傅。当初说好会陪他到18岁，却突然消失不见了。不管怎么占卜测算，始终捕捉不到师傅的半分气息。又白干了。关蕊蕊自从宴会回家，每晚被噩梦折磨得快疯了，关家也一直笼罩在黑雾之中。裴哥哥，我这2天一直做噩梦，我快要受不了了。裴远成有些不耐烦地看着关蕊蕊，果然哪里都比不上江许许，长相不如他，性子不如他，现在连唯一的家事也不如他。他得付出实际的行动才行。首先一个就是要跟蕊蕊划清界限。蕊蕊，其实你不来找我，我也想去找你的，我有话跟你说。裴哥哥，我就知道你心里想着我。两人都不见，关蕊蕊身上的缕缕黑气在慢慢缠绕裴远成。裴哥哥，你要跟我说什么？蕊蕊，我觉得我们不合适。突然，2辆车子狠狠撞在了一起，关蕊蕊倒霉，连带着和她亲近的人也跟着倒霉。蕊蕊，我可怜的蕊蕊啊，你好端端在家待着，做什么非要出门？你要是出什么事，你让妈妈怎么唬啊？行了，人这不是没事吗？腿都断了还叫没事？这裴家的司机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否则为什么3个人在车上，就我家蕊蕊伤的最重？闭上你的嘴巴，吵得我头痛。自从在11集爆发后，关宝成仿佛打开了某个开关，对待白淑琴再不如过去的体贴温和。老公，我觉得咱们家真的有些不对劲，先是我们2个生病，再是起身车祸，现在连蕊蕊都出事了，你说哪有这么巧的事？老公，你说这些事会不会跟江许许那个小贱人有关？关宝成猛地想到了江许许之前对他们说的话，你们换转命格的术法根本没有成功，关蕊蕊先前的大劫很快会重新找上她。你们想要救她，就让关蕊蕊拿着奶奶的镯子亲自来找我。或许还真的和她有关。以前这个女人自己是倒霉体质，连带着别人也出了车祸。爸妈，裴哥哥要跟我分手。你腿都断了，不先哭哭自己的腿，反倒哭这个。饶是白淑琴这个当妈的，这一刻都忍不住有些无语。他分明是看江许许那贱人成了江家人，所以想把我抛下，都是江许许的错。关宝成听到他的话，心里愈发肯定这些事和江许许先前说的事情有关。蕊蕊的灾厄没有转移成功，她的劫难还没过去。蕊蕊，你奶奶留下的手镯呢？在家里。你突然问他做什么？关宝成想到江许许当时的话，便将自己的猜测和妻女说了。让我的蕊蕊拿着手镯亲自去求那个小贱人？不可能，老公，你这不是让我家蕊蕊送上门给那小贱人羞辱吗？不让蕊蕊去找他，难道你还有其他办法吗？如果蕊蕊命中的大劫还在，那今天只是开始。这世上有本事的人多了去，而且那贱人能懂什么？他要是真有那本事，就不会在咱们家替蕊蕊挡了18年。我看他就是想骗走老太太的手镯。他想要奶奶的手镯，给他就是，没有什么东西比蕊蕊更重要。我替蕊蕊亲自给他送过去。关起身，语气沉稳而自信。他好歹做了许许18年的哥哥，他相信许许一定不会拒绝他。我拒绝。你说什么？我说我拒绝。加上上次，这已经是许许第2次不听我的话了。许许，别耍脾气，我知道你还在因为那天妈妈让你离开关家的事情生气，但是大家都是一家人，更何况如果不是爸妈，你现在也不可能回到江家。哼，按你的意思，我还应该感激你们。还有，我现在姓江。就算你认回了亲生父母，我们也还是一家人。还是说，你真的像他们说的，现在当了江家大小姐后就不想认我们了？如果我说是呢？江素、江汉2颗脑袋一脸看戏似的听着楼下的八卦。离开关家那天我就说过，我跟你们再没关系，哪怕我不是江家大小姐，我也不想认你们。许许，你知道有多伤他们的心吗？就算是这样，他们也没有怪你，还愿意让我拿奶奶手镯来找你。许许，爸妈真的对你很好了，你不要总是这样不知足。江许许额角青筋微微一跳，关起身比起关家人更懂得伪装自己的虚伪和自私。那镯子本来就是奶奶留给我的，你们想让我帮忙，我只让关蕊蕊把她从我这里抢走的东西亲手送还给我，我对你们也已经很好了，你们为什么这么不知足？江许许将关起身的话干脆的回敬给对方。楼上的江素闻言差点没忍住笑出声。蕊蕊她受伤了，伤得很重。那跟我有什么关系？许许，你现在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蕊蕊到底是你妹妹，她喊了你10几年的姐姐。哼，为了挡灾将自己姐姐推出去被车撞的妹妹，我要不起。那天的车祸，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因为他知道哪怕他说了也不会有人信他。
你胡说什么？蕊蕊怎么可能做那种事？你说蕊蕊推你去挡车，你当时为什么不说？退一万步讲，就算蕊蕊真的这么做了，那也只是她当时太过害怕无意识的举动。你作为姐姐，替蕊蕊挡个灾怎么了？为什么总是要这么斤斤计较？关起身巴巴一通教育，江素那叫一个目瞪口呆。少年他彻底不淡定了。我勒个操！瞧我这暴脾气！我靠你的个爹！你们关家一家是有什么大病吧？你妹妹推他出去被车撞，他第一句就是斤斤计较，那你怎么不出去被车撞一撞？呵，看你这胳膊掉的，估计是已经被撞过了吧？你怎么只看手，怎么不看看脑子？你这脑子怕是早撞坏了吧？在江家，江素一直都是莽的代名词，任何事只要他不顺眼不顺心，管你是谁都能叭叭两句。你又是谁？我在跟我妹妹说话，你不知道别人说话的时候不能偷听吗？江素此人俗称大毛小子。他屁的是你妹妹，她现在姓江，是我们江家人。他哥哥在楼上，他弟弟在楼下，你算哪门子的哥？少在这里攀亲戚！你自己认他，干嘛还拉上我？江素对着关起身直接火力全开。我刚刚在楼上就听你在那叭叭叭，还什么你这样我们也没生气，我们对你够好了。你哥这 CP 又谁呢？就你这点本事还想搞 KFC？ 江许许脑子笨，我们江家其他人可不傻。关家人上门找江许许帮忙，还这副口气，江许许能忍他都不能忍。你们关家这些年的心思早就传到大西洋北岸那边去了，你还在这里演绎亲情呢？你连我都骗不过，更别说江许许那么冷漠狠辣的一人，他还能被你这点把戏给骗了。江素骂嗨了，请人帮忙就带了这么个破镯子，你这是看不起谁呢？扬手就要把那镯子给摔了，江许许一道凌厉打来，江素一下子定住了，江许许救下镯子。好不容易拿回来的镯子，这傻狍子差点就给脆了。傻狍子江素这会儿一脸惊恐，刚刚不能动，现在又能动了。没有其他事就请回去吧。许许，我是真的把你当做一家人看待，你非要这样子吗？连哥哥的请求都不理。我送你的玉牌还在吗？玉牌早被他随手丢到了一边，后面更是再没见过。好端端的问这个做什么？看来是丢了。那玉牌其实是他专门做的护身法牌，如果当时他有把玉牌带在身上，哪怕遭遇车祸，他也不可能受伤。许许，关蕊蕊要想解决身上的问题，就让他自己来找我。至于你们，只要接下来离他远点，就不会继续倒霉。这是我最后的忠告，听不听随你们。管家送客。江雨成和江淮晚上回家时，就看到江许许身后跟着一个尾巴。刚刚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对我做什么了？江许许，我劝你老实交代。今天要不是我，你早就被那关家的欺负死了。你这是给我们江家丢人。江雨成以为这小子又在找许许麻烦，而江淮却饶有兴趣看着。大伯、怀哥，你们回来了。在说什么呢？大伯，我们在说今天关家那的养兄上门的事，你不知道，那人今天张口闭口拿哥哥的身份和关家的养育之恩来压人，给我骂走了。你还挺厉害。那是，也不看看这里是哪，也不看自己什么身份。江素说着又看一眼江许许，见他脸上没有露出半点感激之色，心下又有些不爽。今天好心给他出头撑腰，他一下午连声感谢都不说，简直是没良心。难怪雪溪姐说我不该多管闲事，这人就不值得帮。大伯、怀哥，你们不知道吧？江许许跟他江家那的养兄关系还挺好，他还给他亲手做了个什么玉牌。不好，玉牌是说护身符吗？我也有的。他一边说着，一边低调又带点炫耀的拿出玉牌。江许许微动，杏眸似亮了一分。大伯，你也有啊？我没有。你有，我给了的。江雨成一怔，眼底划过一瞬高兴。我没收到。您那块在我这儿，许许托我转交，我没给，因为那会儿父亲犯了个错，所以我替许许暂时将那个护身符扣下了。至于具体是什么错误，请看第6集。许许既然让你转交，就算你有意见也不能瞒着私自扣下，赶紧的交出来。江淮掏出玉牌，这是你自己刻的，手艺上佳，没想到许许还有这种手艺，爸爸收到了。江素看着江雨成那动作，眼睛里都有些嫉妒。次日，等等，咋地？今天不要去见网友，更不要去高的地方。要你管！看到的他眉心飘着的黑气，心说他劝过了。少年人要作死，我也没办法。依旧是熟悉的雷奏。看到的他眉心飘着的黑气，心说他劝过了。少年人要作死，我也没办法。小素，怎么啦？没什么，雪溪姐，你要出去啊？对啊，我约了个网友今天见面。听到网友，江素下意识想到了江许许刚刚说的话，莫名觉得有些巧。现在网上很多骗人的，雪溪姐你一个女孩子还是不要随便去见什么网友的好。你也认识，就是游戏里的那个春春，要不小素你也跟我一块去吧。你不是说我一个女孩子不好随便出去见网友吗？你陪我去，我就不是一个人了。正好春春你也认识。江素想说自己还是不去了，然而正好瞟到江许许目光似是提醒又似警告，小脾气上来了。那好，
我陪你去，最多不去高的地方就是了。万万没想到，约的地方竟是一所废弃学校，周围哪看着都高的要命。这所学校已经被我爸爸买下了，准备重新规划改建一个大型游乐园，其中这栋楼准备单独作为密室逃脱的场地，现在还在规划阶段，但我们可以先进去里面玩玩真人 CS。小素怎么了？你不是最喜欢玩游戏吗？你出门前怎么没跟我说是要来这种地方？我不想玩。我以为你会喜欢出来玩。她是你姐姐，你怎么跟她说话的？小弟弟该不会是怕输不敢玩吧？要不哥哥派车送你回家喝杯牛奶。我会怕输，玩就玩，待会儿我让你们都给我趴在那儿叫爹。江许许在出租屋忽然感觉不对，掏出口袋里的紫符一看，发现紫符瞬间烧成了灰。紫符成灰，说明母符也被烧了。江素那个傻狍子果然好言难劝，该死的鬼。江许许本不想管，可谁让他上一集仗义直言了呢？一边给江淮打电话问接江素和陆雪溪出去的那个司机电话，一边快速往外走，却见不远处开来一辆熟悉的迈巴赫。大佬，哦不，楚少，借个车。我是被这对兄妹赖上了吗？到达目的地就一眼瞧见了不远处那黑气冲天的废弃教学楼。没想到事情比想象的还要棘手，这么浓厚的阴气，这里面至少得是100年以上的厉鬼。救命啊！是江素的声音，在5楼。江许许一道传送符便来到5楼，就见背着一个巨型蛋正在飞奔的江素。我后悔死了，明明江许许都提醒过了。江素真的想哭，他想打电话给江许许求救，可是他压根没有记江许许的电话，丝丝缕缕的丝线缠绕住。我今天可能真的要死了，我爹呀！天雷阴阴，地雷昏昏，上有6甲，下有6丁，我奉赦令，定斩雷霆！轰！江素看到江许许，眼眶瞬间就红了，张嘴便嚎：“江许许，姐，我错了，姐。”江许许确实迅速上前，一巴掌拍在他脑袋上。别好了，背上你的蛋跟我走。江素被自家老爸拍惯了，冷不丁被他一拍还有种亲切感，瞬间忘了哭嚎。江许许抽出一张黄符一甩，蛋开了。这是谁？陆雪溪呢？她是春春，雪溪姐，她还在楼上。你们3个见面就见面，为什么非要约这种地方？不是3个，我们9个人，除了我和春春，还有7个在上面。这年头，作死都要扎堆凑的吗？可7条人命，他想当做不知道都不行。你带他先离开这里，我去找人。江素忽然一把拉住他，我跟你一起，我知道他们在哪。可能还会遇上刚才的东西，你不怕？你是来救我的，我得对你负责。这是护身的玉牌，你把它带在身上，要是情况不对，你直接跑。江素看到熟悉的玉牌，眼睛亮了亮，立即戴在脖子上。江素只见他手上一甩，迅速给春春周身竖起一个屏障。江素简直看呆了。江许许忽然进入一个结界，一个身穿校服的女孩被人当凳子坐着。你妈一个摆摊卖小吃的，倒是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这肉多，掐起来手感就是好。你们也试试，记得掐衣服遮住的地方，别让人发现了。我听说有的人掐完立刻就亲子了，不如扒了他衣服看看。场景一转，一个16、17岁模样的少女，少女的腹部有轻微的隆起，而朝她缓缓逼近的是关蕊蕊。与此同时，关蕊蕊躺在病床上，整个人再次陷入了噩梦之中。你这样生活在地底层的乞丐，怎么配合我叫一样的名字？林瑞瑞，只是因为和他和同名，就被关蕊蕊的舔狗秦昊霸凌。然而更狗血的来了，随着一直欺负，秦昊真的喜欢上了林瑞瑞。林瑞瑞，我喜欢你，你听话，我就不欺负你。关蕊蕊得知后爆发，更觉得可笑。一个施暴者，却在施暴过程中喜欢上了对方，还妄想和对方谈恋爱，蠢货！直到关蕊蕊发现林瑞瑞怀了秦昊的孩子，便将他约到了无人的教学楼顶楼。秦昊当初会那样对你，其实是因为我不喜欢别人和我同名，所以秦昊才会主动去欺负你。你以为他真的喜欢你吗？不过是因为我一直不理他，所以他想要一个可以供他发泄玩耍的替代品。他也真是的，就算是为了讨好我，也不需要做到这一步。林瑞瑞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遭受霸凌，他恨秦昊，也恨关蕊蕊。林瑞瑞流产了，诅咒也产生了。医院里，关蕊蕊惊醒，破口大骂：林瑞瑞，你死了关我什么事？又不是我害的你，你凭什么这样折磨我？你以为这样能吓唬我吗？我才不会怕你，你就是个贱货，跟秦昊搞在一起的贱货。我不怕你，我不怕你。等我爸爸找到厉害的大师，我要他收了你，我要让你魂飞魄散，贱人！与此同时，江许许掌心忽然有一点金光泄出，随即3道雷符从他掌中飞出。天雷阴阴，地雷昏昏，上有6甲，下有6丁，太上有令，定斩雷霆！轰！依旧是熟悉的雷咒。却不想紫雷出现，紫雷过后，万物皆清。江素都看呆了，
我姐救我的那道雷已经够帅了，没想到那根本不是我姐的实力，这才是。姐，你就是我的姐，那个头骨是不是就是罪魁祸首？咱们现在是不是安全了？你刚才看到了那3道紫雷？江许许还有些不确定，刚才那是自己的雷符照出来的。看到了，3道那么粗的紫雷，超酷！真的是紫雷，雷电本身就有克制天地邪祟的力量，而紫雷更是能直接消灭邪祟的存在，总感觉哪里不对。先救人。姐，这怎么办？是不是得打电话报警啊？江素这会儿叫姐已经叫得十分顺溜，先叫救护车，把人送医院吧。我已经让人打过电话，救护车很快过来。两人扭头，却见楚北鹤不知何时也来了。江许许看到楚北鹤身上那几乎刺眼的金光，忽然像是明白了什么。那3道紫雷是大佬的金光引来的吗？江淮也赶来了，看到满地的尸体，第一次脸都青了，看向江素。江素，你最好给我一个解释。这回真不是我的锅，姐，借你帮我跟环哥解释一下。江淮看着江素的小动作，暗暗挑眉，就见江许许真的解释了。不是他的锅。眸光就忽然落在了旁边地上躺着的陆雪溪身上。所以这才是那个锅。你怎么回事？跟雪溪出去怎么没好好保护好她？雪溪平日里那么疼你，你但凡有点良心也不该让她出事。回头奶奶回来看你怎么跟她交代。江素冷不丁被兜头一通责问，当下气得脸都憋红了。你们知道什么？你们怎么知道我没保护她？你们怎么不问问她当时？江素到底是少年心性，又是生气又是委屈，扭头气呼呼的跑了。刚回来，江许许就见江素气鼓鼓抹眼泪。当时那个东西缠上来的时候，我拉着陆雪溪跑，甚至扑过去替她挡住。后来我被缠住了，陆雪溪直接跑了，还是春春扑过来想帮我，我委屈跟谁说？一个个就知道骂我。所以春春变成蛋的时候，你一直不放手。姐，幸亏姐放在我鞋底的符把那些东西击退，不然我也会变成蛋。接我拿回才知道，你偷偷给我放了符。眼眶顿时更红了，他姐非但不生气，还偷偷保护他。江素忍不住哭得更起劲了。之前借你防身的玉牌，该还我了。他的态度冷酷的好像两人先前没有一起面对过患难一样。这个玉牌不是给我的吗？跟给怀哥和大伯的一样。只是暂时借你的，没说给你。江素明知道他说的是真的，可是不想给呀，因为他想让他接纳自己。姐，这个玉牌不能给我吗？之前都是我不懂事，姐，我以后一定不跟你对着干，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真想要？想要。江许许像个没得感情的算账工具。玉牌20万，加上这次的报酬，4张雷符算40万，一共是60万，支持银行卡转账和某宝转账。光点被往回拉，又是3张黄符。小素，刚醒来没见到你，把我担心坏了。你没事吧？江素撇过头不理他。江素，雪溪在关心你，你这是什么态度？你管我什么态度？小素，今天的事都是我的错，姐姐要跟你说一声对不起。雪溪，你跟他说什么对不起？该跟你道歉的是那臭小子才对。江城哥，你别这么说小素，小素有努力保护我的。雪溪妹妹，你就是太喜欢给自己揽责了，你不能总是这么惯着她。退一万步说，就算今天是她出事，那也是她没保护好自己。江素忍不住了，你们就知道一个劲的谴责我，你们怎么不问问她干了什么？她有危险的时候是我挡在她跟前，可是她呢，扭头松开我就自己跑了。胡说八道，雪溪怎么可能做这种事？雪溪妹妹带你出门是一片好意，你良心是为了狗吗？江汉哥、江城哥，你们都别说了，小素说的对，都是我的错。两个江巴巴巴骂江素，这一刻他忽然就明白了当初江许许被他们针对时候的心情。这两只大傻叉，人既然醒了，我就先回去了，你走不走？走，姐，我跟你一起走。与其跟傻叉继续浪费口舌，还不如跟他姐回家好好休息。欢哥，事情怎么样了？当然是压下去了，否则你们一群人跑到废弃教学楼玩 CS 还集体昏迷，这是在网上恐怕早就闹翻天了。不愧是我哥，外面很热吧？我觉得屋里也挺热的，空调不够凉快。江素故意把玉牌露出来，江淮眼底似笑非笑。你这件 T 恤看着不错，新买的。什么？你是问我脖子上这块玉牌吗？是呀，许许姐送我的，和你还有大伯那块一样。江素，你没有留在医院做个详细的身体检查吗？二婶，你问我脖子上这玉牌有什么用？我姐说这是护身的玉牌，带着它百病全消，什么身体检查根本不需要。这个江素前阵子对着江许许还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的，怎么现在一口一个接的？确实，瞧着和我那块一样，不过配的这个银链子一般般。怀哥，你不是有那个红绳吗？也给我一条，我换上。不嫌红绳土气了？说什么土气？红绳这东西源远流长，要说什么东西和玉石最为相称，那必须是红绳。不错，脑子回来后，审美也正常了。等会儿我让人拿给你。江素站在原地，好半天才反应过来，险些炸毛。什么哥哥，居然说我没脑子？次日，
江许许站在一栋老旧的居民楼前。姑娘，你找谁？我找林瑞瑞，他死了。我知道他在里面，我是来帮他的。你是谁？是秦家派来的吗？我姓江，你可以叫我许许。进来吧。略显逼仄的小屋，只有一张床，坐着一个少女，目光呆滞，如同木偶。林瑞瑞果然没有死。林瑞瑞未婚先孕，却偷偷跑到废弃教学楼企图自杀，当年轰动一时的报道。网上报道都不是真的，我的瑞瑞是被冤枉的。我知道，我已经了解，我就是来帮他的。我知道网上那是秦昊和关蕊蕊两家请的水军。为了让瑞瑞过得清静些，我甚至直接对外宣称他已经死了。我不希望有人知道他还活着，再来打扰他。放心，我说的帮是帮他恢复神智。江许许掏出一张黄符，悬浮在林瑞瑞的头顶。他之所以无知无觉，是因为他的姨婆一直被拘在废弃教学楼的楼顶。如果你信我，我会试着为他将这姨婆引回身体里。我信你，小大师，你救救瑞瑞。得他托付，江许许又出一张引魂符。天道清明，地道安宁，人道虚静，三魂俱破。我奉赦令，破归。似有光点朝着林瑞瑞的眉心而去。光点被往回拉，又是3张黄符，光点这才没入眉心。妈，瑞瑞，1年了，瑞瑞，你看我了，你会说话了，我的女儿。林瑞瑞只觉自己像是做了一场梦，脸上竟是茫然与无措。你是关蕊蕊的姐姐，关许许，是关蕊蕊让你来的吗？我现在姓江，和他已经没有任何关系。林母又和林瑞瑞解释了刚才的事。我不知道我究竟发生了什么，只感觉自己像是做了个很长的梦。你的生魄被拘，导致这1年多时间里神智全无，拘着你的是他。小大师，这究竟是什么东西？是你那个还未出生的孩子的怨灵。那孩子的怨灵？我猜是当初你在废弃教学楼流产，孩子的阴魂被束缚在天台，加上没能出生的婴孩本身便有极大的怨念，又不想离开你，所以就拘了你一魄。林瑞瑞心间微颤，忍不住开口：许大师，这个孩子会怎么处理？身负怨念一心作恶的怨灵，只能消除。瑞瑞，这个孩子和你没缘分，更何况他还险些害了你。妈知道这样说很残忍，但对我来说，你才是最重要的那一个。林瑞瑞要说对这个孩子的感情有多深，其实并不然，这孩子一开始就是个错误。许大师，没有其他办法了吗？我找人试试给他除怨，如果能够消除他身上的怨气，或许他可以顺利进入轮回。听到这话，林母和林瑞瑞皆是一通感激。小大师，这个报酬呢？我收费1次300，加上委托除怨的80，你给我380块就好。江许许收了钱，又给林瑞瑞留了一张护身符，这才离开居民楼。关蕊蕊不过2天的时间，整个人眼圈乌深，精神萎靡。妈，找到那个能救我的大师没有？再不行，你找江许许也行，不是说他能救我吗？蕊蕊别担心，你爸爸已经在找了，咱们根本不用求着江许许那小贱人，跟爸爸妈妈一定会救你的。你们怎么救我？我差点就死了。林瑞瑞变成鬼来找我了，我要去找江许许，就算他没办法解决那只恶鬼，至少能帮我吸引恶鬼的注意啊。从小就是这样，只要有江许许在身边，原本一直好不了的病痛就会转移到江许许身上。听说你们想见我？江许许。白淑琴看着江许许，表情里明显有些防备。你来做什么？不是你们请我来的吗？一家子都挂了不同程度的心伤，倒霉的很一致。我今天来就2件事。第一，我可以解决关蕊蕊身上沾染的阴邪之物，只这一次，未来不管她再招惹了什么东西，都和我无关。你先救我这一次，只要你愿意帮我，以后我还当你是我姐姐。谁稀罕当你姐姐？想要我救你，以后就别再用这么恶心的称呼叫我。我们答应你，只要你帮蕊蕊这一次。第二，我收费1次500万，先转账后动手，而且过程中关蕊蕊必须听我的。500万？你这是故意抢钱不成？小贱人，我看你就是想把转给我们的500万再要回去。我告诉你，没门！江许许一张黄符，黑气瞬间消失，关蕊蕊明显感觉到身体变得舒适。500万我给你转，你立刻帮我把林瑞瑞那个恶鬼消灭掉。原来他以为林瑞瑞死了，变成鬼纠缠他，那就将计就计。他怨念深重，我没办法消灭他，但我有办法消除他的怨念，让他以后都不再缠上你。但你得听我的。病房内只剩他们2人，关蕊蕊看着面前悬浮着的小纸灯笼。我真的要这么做？诚心对着纸灯笼反省你对他做过的事并忏悔。你不会偷偷给我录音或者录像吧？江许许掏出手机丢到一旁的沙发上。林瑞瑞，对不起，我知道错了，我不应该因为你和我重名就暗示秦昊去找你的麻烦。我一开始也只是想看你笑话，
可是我没想到秦昊居然跟我说喜欢你。他以前明明一直追在我屁股后头，结果突然就喜欢上你，我就是不甘心。我那天约你去天台也没想对你做什么，我就是知道你怀孕了，想故意吓唬你。我真的不知道你怎么突然流产了。见关蕊蕊把能说的都说完了，收回灯笼。这样你可以保证林瑞瑞的鬼魂以后都不会找上我是吧？我保证。你还要保证我不会再像现在这么倒霉？这个我无法保证，因为你现在的霉运来源于你命格中的灾厄，和林瑞瑞没有关系。就算是命格的问题，你也得给我解决。你别忘了你收了我钱的。门外的关家人听到动静都进来了。江许许收了钱不肯办事。你收了500万，就只是解决一只恶鬼就算了吗？不行，蕊蕊身上的命格你也得帮她一并解决。你之前说过的，难道你想拿了镯子就不认账？你们关家谋划了18年都没能成功的事情，现在想着花500万外加一个镯子就一次性解决，你们怎么想的那么美？再说，我又凭什么帮她？她是你妹妹。关起身还试图用姐妹亲情教育她。恶心！我最后说一次，我和关家已经没有关系，不要再拿什么姐姐妹妹那套来恶心我。你们的女儿霸凌他人，毁了一个女孩本该好好的一生，这才遭了今天这场劫难。现在她性命无忧，已经算便宜她了。江许许似是想到什么似的。另外提醒一句，关蕊蕊现在命格转换失败，开始反噬，跟她亲近的身边人都会受到影响。还记得我从前给你们送的那个玉牌吗？护身玉牌可挡灾厄霉运，你们不想继续天天出门摔跤撞伤脑袋的话，带那个就行。江许许说得轻巧，关家4口却是蓦地变了脸色。那死丫头肯定是知道我早就把她送的那破石头扔了才这么说的。我不知道放哪里去了，许许送的礼物太多，我怕找不到。爸爸怎么办呀？没事，你爸爸哥哥的玉牌还在，我们可以用他们的。关起身从未像现在这么清楚地认识到妈妈的偏心，要的就是这种效果。